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d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天平满月。那我们呢，迎向这个4月的满月啊，我们借用这个满月的能量，天平满月的信号来捕捉一下史诗级的浪漫，来看一下在这个宇宙和这个星球的新阶段，宇宙给我们送来神圣伴侣什么样的隔空连线。以往我们已经了解到啊，当下我们的星球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频率当中。好，那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啊，包含了我们未来整个的发展方向，有可能会随着我们的意识和这个星球非常多能量的组合排列，跟着我们的宇宙呢孕育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当中有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那过去呢，我们曾经做过蛮多的关于正缘啊，关于我们感情方面的一些连结方面，或者是预测方面的大众占卜。那今日呢，我们会迎着新的能量重新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神圣伴侣，宇宙重新的在新的阶段连线给我们的神圣伴侣啊，有什么样的讯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呢，去连接一下关于我们未来的情感，关于我们的正缘，关于我们的真爱，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这当中又有什么样我们需要知道和理解的？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占卜送给大家需要讯息的同时，也带给大家全然一新的新能量。让我们在新的世界和新的能量震动当中，重新审视和迎接我们的人生，包含了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生理想，以及我们的灵性维度和格局。希望在各方面的大门都正在打通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源源不断的迎接宇宙给予我们的祝福和指引，源源不断丰盛的信号。再次的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那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情感方向的大众占卜，大家也可以在当中呢去通过组牌对应和感知一下我们的神圣伴侣跟我们有什么样的连结，当中有什么样的缘分，而对方又有什么样需要知道我们的讯息。那如果已经在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也可以通过今日的占卜去连接一下这个超时空的兑现，好，超时空的对话。希望送给大家源源不断的祝福的同时，也在我们大众占卜当中带给大家能量和疗愈。非常感恩每一次跟大家连结的非常宝贵的时间 ，Stacy 非常珍惜跟大家的互动。在我们进入冥想之前呢，有非常可爱的消息要送给大家。好，那我们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好，跟 Stacy 一直会有一些书信的互动和往来的朋友啊，送给了 Stacy 一枚我们频道的徽章。那 Stacy 感受到非常的感动。好，感恩瑞雪，非常感恩送来这样美好的一份礼物。那 Stacy 会把这份礼物珍藏住，那也会在我们的频道、我们的桌面当中呢，放在这里啊，当成我们可以一起连结和互动的非常美好的画面组成之一啊。希望这一份爱也可以送给大家。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呢，大家有可能会找到我们当下需要的讯息，也希望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来自于所有我们正在连接大众占卜的朋友源源不绝的爱和希望。因为我们团聚在一起，我们才有大众占卜的频道，我们才有这样的能量互动的平台。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建立跟大家长远的连结，成为大家人生当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在这样的陪伴和互动当中，我们可以一起体验灵性带给我们高光的爱，我们也可以一起体验跟灵魂相连结之时，我们都不是孤单的。感恩宇宙对我们的照料，也感恩这位朋友，祝福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好，我们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帮助大家做一个能量的调节。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状况底下闭上双眼。我们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好让这一个声音震动进入我们的耳轮，以这样的方式呢，来进入我们的能量磁场，进行能量的清理、净化、平衡。同时呢，也平衡我们的各个脉轮。这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平和静的状态，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大众占卜当中，
捕捉或者是获取我们的讯息。这样的方式也是极有益的，可以说有益无害，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在平日呢去使用，有可能是颂钵，有可能是音频疗愈的方式。大家可以来到 Starcy Soul Healing 的冥想频道，有可能最近呢 Starcy 还没有开始更新啊，不过在过去呢已经留下了一部分的在 Starcy 能量非常好的时候制作的冥想音频。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闲暇时期放松时候可以运用的一个方式和媒介。当然我们每一位朋友的法门方式或者说喜爱的状态喜欢进入这个境界是不同的。Starcy 希望能够用最有益最简单的方式帮助到大家，所以任何大家需要的时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冥想频道，通过我们的一些选题不同的冥想影片，帮助到大家平衡我们的能量，以旧换新将我们的旧能量剥离和释放的同时，更新新的有爱的高能量的频率进入我们的磁场，让我们更加幸运和平和。好，下面我们进入今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大家可以闭上双眼，放松身体，让我们再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能量的平衡、疗愈和复苏。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身体正在变得轻盈、轻松。好，慢慢的、深深的呼吸，我们可以缓缓的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好，那我们今日要通过组牌连接的讯息是连接我们的天平满月。来看一下啊，这个史诗级的浪漫，宇宙传递给我们、放送给我们的这一段跟我们的神圣伴侣的隔空连线。那特别是当下呢，我们的能量和我们的维度已经要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看一下在新阶段我们的灵性伴侣啊，我们的神圣伴侣要送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这当中有什么样的连结，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课题呢？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卡牌帮助大家。好，那大家呢可以做出我们当下的选择啊。好，我们有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好，我们最左边的第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玫瑰粉色的水晶石。今天我们的水晶石都是椭圆形哦，好，一颗玫瑰粉色的水晶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一颗水晶石，它的能量频率，好，它的色泽和状态，是否是我们要连接的讯息呢？这是我们这边的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澄澈的透明白色水晶石。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它的能量和频率，这是否有我们需要的讯息呢？这是我们中间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雾紫色水晶石。好，我们这个水晶石当中有紫色和淡淡的灰色的纹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水晶石它的能量和频率是否是和我们相符合的呢？是否有我们需要的讯息在当中呢？这是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雾紫色水晶石。好，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关注、想要触碰和连接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那因为我们当下是用一个大众占卜的方式，如果大家有一点选择不出来，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话，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连接一下当中的讯息。有可能我们的讯息被分散在不同的组牌当中。好，跟着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一颗粉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题是连接我们代表了和谐与爱的天平满月的能量。看一下这个史诗级的浪漫，我们在新阶段和神圣伴侣的隔空连线。我们要通过卡牌来看一下，这是一份怎样的缘分，这个情感能量是如何的，那对方有什么样的讯息要传达，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前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以及能量和疗愈。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粉色玫瑰色的天然石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们看的是31号 Eclipse in Libra。 好，我们看到的是天秤座的日食。好的， Re-evaluate relationships, justice and fair play。好，很多朋友看到你们在感情上将会有一轮新的突破，你们将会重新的评价和审视对于你们来讲亲密关系是什么，你们需要的是怎样质量的亲密关系。
也有一些朋友看到你们刚刚结束一个情感的阶段，那不管一些朋友是不是刚刚的离开上一段感情、上一段亲密关系，还是当下你们正在重整你们的内核和价值观。好，这一轮天平的满月啊，带来的信息是天平的日食。这个日食出现的时候，往往代表了能量发挥到最强，而且都会有在这个星座上出现的某一种变革性或是革命性。那这张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天平出现日食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 rebalance， 我们的生活将会有一个新的平衡，或者说过去的一些业力将会达到平衡，也会有一种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会用一个更加平等的，或者说更加所谓的正确以及更加平和的姿态来看待我们的人生。也有那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会变得更加的敢爱敢恨，你们也会重新的去理解感情在带给你们正向滋养还是负向滋养，你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关系的变化在生活里边产生和体现。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天平出现日食的时候，你们在价值观念上，在对于另外一半的审美上将发生变化。我觉得这张牌其实也代表了你们的神圣伴侣是随着新的能量和新的阶段到来的。有可能在过去的我们说旧的时代，比如说过去的摩羯时代摩羯时代之前的这个射手时代我们未曾或者未常用过这样的方式跟一个人发生链接，但这个链接出现在天秤座的时候，也代表了这个链接会变得更加的有质量，更加的平衡，甚至是公平。因为我们看到了 justice and fair play， 也就是说对待两个人，对待一段链接、一段关系来讲，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关系会给我们带来更高程度的平和，什么样的关系是有你且有我的，什么样的关系是两个人能够站在同样的点和同样的位置上，你们拥有同样的砝码，好吗？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话，你们会重新的评价和审视这个亲密关系。如果过去这个亲密关系已经很长久了，甚至一些朋友你们处在某一种暧昧和拉扯当中，这个天平的日食也会让你们重新开始去审视你们的内在，包含了外在，你的另外一半身上有什么样的优点，什么样的缺点，你是否愿意或者说以及不愿意做一些委屈、退让和坚持了。31号其实代表的是注定的灵性上的变革也代表了其实我们的内在在发生更加成熟和有质感的转化。所以第一组的朋友无疑一些朋友你们的亲密关系将会和以前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当下就在一个我回归到了单身，当下再重新的去看待情感、寻找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点上，这个点对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看到你们将会转过身来，非常飒爽的非常独立来看待你的人生的同时，你将会去连接或追求到跟你更加相辅相成的对象。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灵魂伴侣或者说神圣伴侣，是要在我们人生这个对的时间点上的。对，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是有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点，包含了我们的年龄、我们的经历，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对于亲密关系有什么样的追求，愿不愿意进入恋爱，愿不愿意进入稳定的关系乃至家庭，愿不愿意承诺和长久。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能量洗刷的时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对于前面的这几个问题你们会有新的想法和探索。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将会斩断掉一些对于你没有营养的，对于你有拖累和羁绊的一些不再有意义的关系。这个要看你们当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样的。By the way， 我们看到这个日食，它的侧面很像是，它有点像是一枚钻石戒指，也很像是一颗眼球。好，那这样的一个画面演映在我们的卡牌当中，然后上面这个彩虹的光环你们的眼睛或者说你们的世界里边将会散发出更有光环、更有质感的东西或者说这个能量将会变得更加的有力，你们的事业将会出现奇迹一些朋友怀疑我还会不会有这个神圣伴侣或者说所谓的伴侣到底在哪里宇宙告诉你会有的，你的目光将会投向它，投向那个正确的角度，在这个对的角度到达的时候，你将会看到彩虹浮现，对吗？我们彩虹浮现的时候也是要有光和水的这个奇迹幻化的。所以很明显，第一副组牌朋友，如果你们在问我有没有神圣伴侣，这个时候我的伴侣会不会到来，我认为在这个卡牌当中是会的。我们看一下副牌它给我们什么讯息我们抽了一套 Earth Magic 地之魔法。那我们知道卡牌它给我们的讯息是 Mountain， 我们看到是山Strength。
这套卡牌中的山代表了一种保护力，代表了遥远的神奇的大地能量啊，对于我们的庇佑，也代表了我们正在连接和我们相辅相成的这个人，对于你是非常认真、坚守啊、真诚和忠诚的。我们看到这个卡牌中的讯息是 strength， 这将会是一段强强联合的比较有力量感的关系。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关系在那个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啊，就很像是这个日照金山呢，光的倒影，然后让我们这个湖面啊，或者说河面浮现出了水雾。好，在这样的一个也是自然奇迹的幻化底下，有更多朋友你们会发现，不同的角度你看待人生将会是不一样的。那不同的角度你看待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灵魂，一个跟你即将接近的人，效果和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认为一段强而有力的关系即将走进第一副组牌朋友的生命，并且这个时候我看到你和对方是相辅相成的，有能量的，你们的能量是相等，而且呢能够相互作用啊，相依相偎的。这张牌里边能感受到一种宏伟，一种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高山、雪山和天空啊演映成为一体，一种柔和啊。这个画风当中虽然有非常有棱角的峻峰，甚至有雪峰啊、雪山，但是画面上的色彩却非常的柔和。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啊，历经了某一种风雨和某一种攀爬，你们会发现你们寻求的一些东西就在最简单的地方。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关系里边会变得更加的有自信，你们的选择会变得更加笃定，那也一样，对方会更加笃定的选择你。我认为一些朋友，你离这段关系有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不管是物理上的还是时间上的。也有少数朋友你已经遇见他了，但这个关系有可能还有最后几关要突破。这个最后几关有可能是在现实世界里边，在我们的这个有可能是远距离呀，有可能是金钱财富，有可能是两个人对待人生一些目标和方向的选择上的。但是我看到还是一样啊，这种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是你和对方并不需要多么努力啊，或者说为了这个爱情多么的肝肠寸断，然后我们要多么的婉转曲折，你们的感情会在对的时间演映而成，就像是这个美好的画面一样。我看到这一段关系啊，神圣伴侣将会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助力，将会是你的依靠，将会是你的左膀右臂，将会是你的港湾，也将会带你去领略不一样的雄壮的色彩，这个三维世界瑰丽的风景等等。所以我认为对方的眼界格局其实是对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非常有利的。当然我看到其实你和对方是相互利益和增长，那在这张卡牌当中你能感受到对方也是有智慧，然后有气魄和有阅历的人。不管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你们之间这个能量的融合将会去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让这段关系是强强联合和坚不可摧的。好，既然我们先洗牌啊，看一下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张 Tower in Reverse and the Chariot 战车牌，我们看了两张 Major Arcana， 两张大牌出现了。我们灯光调整一下，一些朋友会之前在留言希望 Stacy 加一个灯光，然后这边有加，但是这个卡牌有的是光面的，所以它会反射，这个是有点微妙的，所以Stacy 会再研究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理解。好，我们看一下讯息是什么样的啊？好，我们看到了 Princess of Cups 圣杯的公主牌，神圣伴侣的讯息。好，权杖3号 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的正位，很传奇的画风有没有啊？知道这套 Tarot 是 Stacy 非常喜欢的。那这个感觉啊，我们整个这个画风搭起来的讯息，第一组的朋友，你的神圣伴侣是你潜意识的，有可能是灵魂伴侣，有可能是 Twin Flame， 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你潜意识的另外一半，没错啦。因为我们从塔牌和这个战车牌可以看到一对的信息，因此我看到这个人曾经陪你穿越过生死啊，或这个灵魂陪你穿越过生死。而当下呢，我们看到战车牌啊，虽然战车是战车是车，但是我们往往看到的战车牌，这辆车都是在一个中转站啊停息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一对战尸啊，狮身人面的战尸是趴卧在地上的啊，这代表了我看到你和对方会在
彼此人生成长的这个旅途上遇见，当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徘徊，也有一些朋友你早早的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就遇见了认识了对方，因为我们这2张大牌是感觉两个灵魂非常有渊源的，但有可能因为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2个人无法走到一起，有可能会有一些距离感，有可能一些朋友会变成一个柏拉图或一个漫长的相思。出现了圣杯公主牌啊，我们第一副左牌的朋友，你的人生里边一定有真爱，你的人生里边在不断的去吸引更高频率的爱，所以我看到你们其实在为爱而坚守，你们是爱的勇士，而且你们的身上呢有一种 aura， 一种光环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你可以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神圣伴侣啊，但是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身上既有爱和美，又有勇气的光环，你们可以不断的吸引到周围人的目光，所以我看到喜爱你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而且越是走进你们，理解你们的人越是会发现你们身上的与众不同，因为你们会有非常纯粹真诚的一颗初心。第一组朋友，你们到的地方会有一种冰融的感觉，因为我们看到公主的身边有海豚啊，然后我们这边有天鹅，我们这边有小乌龟，有没有啊？所以这张卡牌其实也代表了我们第一组朋友是属于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然后这个可以解冰封3尺之寒这样一个如沐春风体质的人。我看到你们身上的美与众不同啊，不管是男生女生来到这一组，你们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有可能是春的天使，一些朋友是冰雪的天使啊，或者说是让人春风拂面的公子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吗？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权杖3和 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的逆位，第一组的朋友，我认为你和你的神圣伴侣是有地理上的距离的，因为我们看到有战车又有权杖3啊，比较明显对方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岸口，或者说另外的一个岛屿啊，另外的一个城市在遥望你，但是你们重聚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对方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呢不再为此而迷茫，或者说不再为了情感以及他的选择而产生犹豫动摇和摇摆，所以我看到有一种被选定的感觉啊。第一副左牌的朋友，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8号的逆位， The Hierophant 教皇牌，我们的卡牌 Ace of Wands and the Magician in Reverse。 好，我们这边一起飞出来是 Knight of Swords。 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啊，出现了Five of Wands。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行情比较紧俏啊，你的神圣伴侣已经选择了你啊，就是你了，或者说生生世世的选择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你了。所以我看到你和神圣伴侣之间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契约啊，你的灵魂是有契约的，并且呢，在这一个春日北半球的春日到来的时候啊，大约4到5月的时间，有很多朋友你们会感受到那个能量是不同的，你会感受到对方，这个感受有可能是梦境，有可能是感觉，有可能是说不上来的哪一种能量的涌动，会让你感受到对方在接近你。但是少数朋友看到有可能当下这个联络还不在，或者说当下有可能还有一些客观事实需要平衡解决和达成。我们再看一下权杖5代表什么？权杖5其实代表了一种矛盾和争夺啊，这边也代表了这种不相上下的争锋，好吗？所以我看到其实这个人对待我们第一副左牌朋友是有非常强大的冲动、占有欲，而且有可能对方会觉得要走到你的身边，他要花费蛮强大的一个竞争的，你的周围经常会有喜爱你的人在你的左右徘徊啊，让对方会有一种警戒心。出现太阳牌啊，我看到光亮的、明确的、明显的一场告白将会发生。所以第一副左牌的朋友啊，在不遥远的未来，我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权杖1、3、5号都出现了，未来的比较快的是2个星期，然后比较慢的朋友啊，我看到应该是不出3个月。好，这个人将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边，因为我们说这个是神圣伴侣嘛，我们不会预测我们生命当中哪一个已经遇见对象或没有遇见对象，他是我们的神圣伴侣，我们只是从我们个人的能量范围去搜寻他和连线他。因此不管当下是否有相识，也意识不管这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他都会进入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这个能量一定
啊，这个能量会在我们今天的卡牌当中呢有一个定夺。当然了，我看到大家也可以去进行选择，因为你们的主观意念非常重要。当你们已经准备好，当你们愿意打开自我，当你们愿意重新去让自己成为光啊，让自己成为爱啊，并且当你们愿意打开你们事业的大门，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真爱一定会降临。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啊？我看到对方当下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方在奔忙，这个人有可能当下有非常稳定的一些就工作上的事务或者是公事以及人生的目标要去处理，他在不断的拼搏和奋斗以及打怪升级的路上。我认为当下这个人并不处在一个全胜状态，他多少会有一些焦虑、迷茫，或者说对方有可能当下会处在一个对于个人的生活包含了感情的选择等等啊。然后他要有超高超饱和的一个竞争意识，所以我认为对方的心目当中永远都有你的这个方向。比如这个人他和你的灵魂有契约啊，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当中，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烙印，他会想着你。但是当我们的这个天秤座来到日食当我们这个天平来到满月的时候，对方的想法会发生转变。除了人生向光、人生向好的这种积极性的转变之外，还有就是人生要向着爱和美，因此它的能量也会向着你逐渐的彼此吸引而来。我们再看一下对方还有什么样的信息体现出来啊？女祭司的逆位 ，Three of Swords， 宝剑3号的逆位。Princess of Swords, Justice, King of Cups， 天哪！这就是神圣伴侣的信息，如此的有能量啊！我看到过去第一组牌的朋友曾经为爱而伤怀过，为爱所伤，但这有可能是过去的一页，是上一个篇章了。我看到第一组朋友，你们是非常敢爱，也是敢恨的。然后一旦你们去爱了，你们的爱是能量流动的，你们会为了对方，会为了一段连结付出和牺牲很多。而且当你们愿意去投入一份爱的时候，你们身上的能量会跟对方产生强烈的流动和震动，所以你们是天然的能量导体，你们会帮助对方进化，你们会帮助对方升级能量，同时也正在帮助这个星球或周围的这个磁场震动来升级。第一组朋友你们当下在一个已觉醒的状态，所以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能量的宝贵。那过去呢，我们曾经遇见过的一些固定课题吧，我认为是固定课题出现女祭司的逆位。我们曾经为了爱而沉痛的失落过，但这种失落反而会让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去找到你们的信仰，找到你们灵魂的光和信赖感。并且我认为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过去的一些糟糕的关系有毒的关系，伤害你们的关系头也不回的话，这完全代表了你这个系统升级的完成。对的，放弃就没错了。因为我看到第一组朋友这边有正义牌的逆位，有一些不公平的契约，有一些旧有的模式的让你们看不到未来，或者绑定你们走不向未来的一些关系，将会在最近这个时间土崩瓦解。有少数朋友你已经离开了那个阶段，所以过去的那个章节已经过去很久了。而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个4月5月开始到未来的，我们刚刚看比较快的是2个星期，比较慢的话怎么样？未来3、5个月半年之间，这个人一定会出现，因为这个人 King of Cups 有没有？他很爱你，你也很爱他，甚至你们都爱你们的生命和灵魂，所以有这样跟你相辅相成，而且对于爱更加真诚更加有重量级的人物将会出现在你们的世界。我认为这个人当下就对你产生了一份思念。在灵魂的层次上这个人在不断的寻找你。所以呢，我们这边看到了宝剑公主的逆位和圣杯国王，就是第一组朋友，你们完全值得爱，值得无条件的爱，你们不需要用任何的方式去置换，去交换一份无条件的爱，你们也不需要在没有能量的时候再去不断的绑定，不断的被榨取，或者说付出什么了。这个章节已经过去了，而且非常好的就是你们在这个章节真正的一个使命和任务就是找到你灵魂的真实需要。因此更多朋友，你们有可能在灵性上打开了轨道去成长，你们有可能链接了你们的指导灵和祖先，你们有可能链接了养生大师和一些比较有高能量高维度的这个宗教信仰和智慧。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历经情节
情节是有原因的。还有就是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积极的放下过去，不再回头。伴有权杖3啊，这个人在未来的一个阶段等着你们。我们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是否遇见了这个人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信息啊，你们是否遇见了他呢？好，我们看到 Queen of Wands， 人物牌啊 King of Swords， 金币1号。 OK， 我认为一些朋友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卡牌的话，一半一半。一些朋友我认为，如果你觉得你周围没有这样的人 OK， 我认为他没有出现，那在未来这半年当中，这个人会非常的有存在感的出现在你的世界，他出现你一定会感觉得到。所以宝剑国王配权杖王后，代表了你们其实是强强联合，你们也是阴阳平衡的组合，并且你们在同样的人生界面当中，你和对方有可能在人生当中已经搞定了一些问题，你们在一个完全可以落定和成家立业的或者相互承诺的人生状态当中，你们可以去帮助和支持对方，而且你们的身上有同样的王者气息啊。有可能权杖王后是火热的，权杖王后是充满热情、慷慨、有活力啊，然后在这个能量上有滋养力的神圣阴性能量。那我们的宝剑国王是在神圣阳性能量的基础上杀伐果断然后具备理性的分析能力，智慧超高。然后如果是他是一个领导者的话，他一定是生命的领导者，不只是某一个事业的领导人。他会去帮助很多人驱逐负面的能量或者负面的思索，因此我看到你和对方会建立一个完整的王国，好吗？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如果一些朋友你已经找到了这个人，那恭喜你，他是你的神圣伴侣。我看到你们有可能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有可能是不同的背景或是文化背景等等啊，但是你们之间是有非常明确的人生使命和任务的。创造这个家庭以外啊，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 Eight of Cups， The Hierophant in Reverse， The Strength。 很明显啊，除了创造稳定的家庭，拥有后代，滋养这个大地，给我们的 DNA 一个传承以外，神圣伴侣带来的能量和信息是让你们找到与众不同的自己，从而跟周围的频率一起进行提升。所以力量牌我看到是一种能量的无限的循环。我们这边力量牌有一个无限符号，我们的 Two of Pentacles 有一个无限符号，有更多的神圣阴性能量在这个关系里边会到达觉醒和到达灵性提升的状态，而神圣阳性能量在这段关系当中会变得更加的 grounding 和更加的学会支持，好吗？也有一种阴阳互转的感觉。也就是说，在当下我们这个水瓶离火时代啊，本身我们这个阴阳能量会有一些互转，相互的变化、转动和替代。但是没有关系，你们的能量联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这个关系里边其实也涉及到某一种救赎啊，因为有国王牌的逆位和力量牌的正位嘛，它也代表了反传统，也代表了反抗一些旧有的某一种家庭的这个制度观念啊，层级观念给予我们的一种压抑。我们除了在情感上会找到共鸣以外，力量牌也代表了找到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去发光和发亮。所以我看到更多的朋友在这一段神圣伴侣的连结当中，你会找到自己，你会找到你爱的事情去做。除了情感，除了谈情说爱，除了完满的家庭以外，你会去投射出来你个人意志上的一个发展的愿望。有更多的朋友，这边权杖7号的逆位，过去你一直不被支持的，你一直觉得力所不能及的一些事情，甚至呢有可能你的长辈周围的人在压抑你，有可能这个社会的规制在压抑你的事情，你将会重新的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有力量感的去突破和达成。你们将会成为对方最好的 partner 伴侣，你们也会成为对方最好的这个啦啦队，好吗？那出现力量牌也代表了一种以温柔去压制有可能是强权啊。这个狮子这个牌里边其实能够感受到以温柔去压抑兽性。我们知道文殊师利菩萨的坐骑也是狮子但是我们的非常猛的猛兽为什么在神或者说在菩萨在高维的能量的存在面前会变得如此的乖巧呢？好，因为他们的兽性会在智慧与慈爱面前被驯服、被降服。
而且这个里边啊，当抛弃掉兽性，当抛弃掉旧有原始的欲望之后，我们的灵魂都会平等的达到智慧的提升，也会抛弃掉旧有业力给我们的枷锁。当然我们今天看的是一段神圣伴侣的连结啊，我认为这个人的出现 strength， 我们这边看到2张 strength 有没有？这个人的出现就是你的底气，就是你的托底，他会让你放心自由飞啊，他会在你的身边永远的为你形成一个保护墙，或者说保护栏，保护的光晕。所以我看到这个关系的殊胜、神奇、奇妙和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允许你做自己，好吗？这个人不管对方是男生女生，还是来到我们这一组的是男生女生，他会让你真正的做自己，他会接受你当下的存在，他会接受你的历史、你的过去，接受你的现在，以及接受你的未来。我看到这个人愿意跟你去共创未来。在星座上来讲啊，这一组的朋友，巨蟹座、狮子座，然后我们刚刚看到有天蝎座、双鱼座，这边有这个风火星座相配合的信息。我认为你们的关系有可能会打破那种非常传统的家庭模式。你们的关系为什么是强强联合的？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关系里边有更多正向的，为了对方或者为了整个的大的发展方向，两个人在做出自己的最好，变得更好这样的状态。当然也有些朋友，我认为你和对方是很难降服对方的。如果这个关系里边是有一种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谁强谁弱啊，因为在长久的亲密关系里边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议题 rebalance， 这边会有一种阴转阳、阳转阴的信息。如果过去是柔弱的一方，相反在关系里边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果决坚定一点。如果过去是国王牌的逆位啊，然后比较强势 OK， 然后比较有自我主张比较骄纵的这一面的人，有可能在跟你的亲密关系里边反而会变得更加愿意配合。好，因为这个关系是你们人生的重置，是你们情感状态的重置，所以这是一段非常神奇然后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可能性的关系，也会颠覆你们个人的某一种品味和认知，颠覆你们人生的某一种发展状态。但是我看到这个状态是向着非常强而有力的方向去闪光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可以旺你，这个人可以去推你一把，这个人可以去陪你展翅高飞，但同时这也要求了我们第一副左牌朋友，你们也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好吗？强强的联合power couple。 好，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人，我们抽了一张，或这个灵魂我们抽了一张 Oracle 神谕卡。那我们看到的讯息呢是 Sage， 贤者。那我们看到一位贤者呀，一位智者或者一位菩萨，好，他正在自在随心的端坐在某一个位置，可能在进入禅定。好，他的这个身下有一只正在有可能是问东问西活泼可爱的小猴子，或者说这边有一个小学生在这里。这个卡牌代表了第一组朋友对方和你的身上有一种神性，而且我看到你们有可能有同样的宗教信仰，你们有可能和扬升大师和一些保护你们的护法神、佛菩萨，或者说其他宗教当中的一些扬升大师级的这个灵魂有着连结，并且我看到在找到对方的时候，你们有可能都在求真知的路上，因为这边我们有看到了这个教皇牌。有可能你们要学差不多的课程你们有可能在灵魂的成长中有差不多的一些认知。而其实贤者贤者不管时间，贤者呢也不管什么是社会地位，他没有所谓的紧密的形成，他不求世事当中的荣华富贵与名利，一心呢安住在可以说是空和圆满的境界，圆觉的境界里边。所以从这张卡牌里边能够感受到，我们第一组朋友其实你们是有宗教缘和佛缘的，那并且呢对方也一样，所以你和对方称之为神圣伴侣嘛。有些朋友有可能这一段缘分是神帮你拉的线，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 rebalance 啊，有一些旧有的能量、不公平的能量、不舒适的能量，可以在某一个阶段被清空。因为我们在一个 re-evaluate 重新去评价我们关系的时期，宇宙也会帮我们重新评价这个关系。因为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啊，有正义牌的逆位，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啊，什么让人惊看不下去的事情，或者说什么样在一段亲密关系和稳定关系里不该存在的事情，将会在最近被肃清掉。其实这个肃清的能量在去年年尾都已经早早到来了。那我们在这个半年当中所经历的，有可能是数倍于过往的体验啊，也正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肃清的发生是对我们的未来可以产生一个清除和清理作用的。有可能在我们当下我们面临了很多转机，我们说不清这个转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总之现在这个时代在变换味道。不过大家可以抽到这张卡牌 Sage， 代表了你们是有最高的一个指导力，你们有最高的指导灵在给予你们人生真正的方向。这个真正的方向就是求到真知的境界，正得无上的正等正觉，或者正得一个爱和圆满，或者说空的境界。对于你们来讲，人生将会是别有一番风味，别有一番风景的。当然了，在人生的修行里边，我们依旧可以找到我们的神圣伴侣啊，我们的人生有可能不能缺乏真正的知己和神圣伴侣，你们永远都不是孤单的，所以有可能呢，神会帮助我们去连线，让这个爱你的人，让这个前世跟你有缘分的人，真正的来到你的世界当中，这个也是对方的福报和福德，难道不是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是绝对值得的啊。那我也看到在这个信息里面，有些朋友你们的感情在发生的转变，有可能你在离开旧的关系，有可能你再去打开一个新的自我。有些朋友呢会说，我短暂的一段时间不想再陷入某一种伴侣的关系，某一种链接的关系。也有些朋友你们单身蛮久了，或者说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你们会产生出一种佛系的心态，甚至是出离心啊。因为当下我们这个三维是非常的震荡和摇摆的。没有关系，你再去寻求你的路上，你再去寻找真知的路上，你再去寻求真的理啊，这个三维世界的理，这个三维世界的智慧的路上，一定会遇见这样的人，因为你们是同路人，好吗？你们是在能量上同路的，你们的力将会相互的作用，紧紧的去吸引对方，连接在一起。不管在海角还是天涯，第一组的朋友跟对方还是有比较强烈的一个有可能是南北极啊、阴阳极和磁铁一样的状态，所以你们一定会成为，或者说组合成为一个非常稳定的联盟。这个是宇宙给予你们的这种大势所趋一般的，有可能是剧本吧，有可能是这个真正是能量的一种作用啊，根本就不需要更多的解释。还有一些信息，第一组的朋友，这个神圣阳性能量在这一组最近是有一点失落的这个失落有可能也产生了某一种力量的不足够，有可能会有人生的某一种混沌和迷茫，有可能要去离开一个旧有的阶段。但是我看到你们彼此的出现会给予对方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你们将会成为彼此人生最大的光亮和希望，而且你们也将会让对方产生新的光亮，所以这个关系是相当正向的，何乐而不为呢？第一组的朋友。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信息上还有什么样的能量啊。我们看到是自然细增，这张牌代表了什么？顺其自然啊。第一组的朋友，我们的最高指导灵啊，或者说我们周围的这个高灵也罢，指导灵祖先也好，已经为你选好了路。不必问前程啊，只要淡淡的随着你们的心去感受这一段路程和风景，哪怕你是一个人，在未来的转角就将会遇见这位神圣伴侣了。我们一些朋友会问，神圣伴侣究竟是什么？浑然天成的一对啊！但是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我们经历过生生与世事啊，浑然天成的一对可以是很多次，可以是很多世，也可以是一个灵魂有可能用他的愿力不断的进入我们的人生，这都可以。我们只是当下我们的所求非常简单，有这个 Sage 的牌，我们只追求的是阳光灿烂和人生的美好和幸福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不必去完全的比如说标注这个人一定是谁，他一定要怎么样 surrender我们可以让自己顺从，我们可以让自己去放松，我们让自己去臣服，自然而然的让自己融入这个星球，融入你的三维世界，去净化它，去感受它。你的世界在变得不断宽阔的同时，你将会非常自然的去遇见这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
也有一些朋友看到这个人在你的周围啊，他正在关注着你，有可能对方当下还有一些自信心啊，或者说能量方面不足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看到对的时间，如果他是你的神圣伴侣，他一定会被显化来你的世界。所以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最后我们再抽一套 Oracle 神谕卡来看一下啊，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辨别一下谁是我们的神圣伴侣，他有什么样的能量呢？把这个信息也送给大家。他有什么样的讯息要传递给我们啊？这里是可以的。首先我们看到是 King of Fire， 火之国王啊，这边是一个 Aries 牡羊座的信息。我们这边看到了一对鸳鸯啊，一对水鸟，有没有？然后我们这边飞出来的是 Falcon， 鹰隼。所以怎么样？这边有一位火之国王，他正在拍动翅膀来到这个好美好的家庭啊 ，deeply committed 啊，亲密的、无限亲密的一个承诺关系的路上，你们将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园。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只可爱的宝宝，有没有？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将会有家园，你们将会有后代。如果在期待啊未来有 baby， 或者说你们拥有一个稳定美好的生活基础的朋友，这个人是完全在显化你的，好吗？ The Emperor， 我们看到这个是国王牌的信息。如果呢是神圣阳性能量朋友，就是男生朋友来到这一组，你和对方将会在非常正确的时间相遇，而且这是注定的。我们看到10号牌和2号牌的出现，所以呢宇宙来告诉我们的信息非常简单啊，大胆的飞得更高，去挑战过去的自己。你可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并且呢通过你的3D 的这个眼光和视野去瞄准你的方向，权杖3号嘛。在这个方向的范围当中就有对方的存在，所以你们将会非常神奇的遇见对方，在你的生活，在你生活的转换，在你的事业，在你的交友，甚至在你无意之中都会遇见对方。这边看到的是一个神圣家园的关系啊，我们说这个鸳鸯嘛，只羡鸳鸯不羡仙的鸳鸯嘛。成双成对，成为一对神圣伴侣，是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至高的非常美好的体验。所以我看到这个无条件的爱以及爱的连结和绑定将会出现在你的世界，并且宇宙要告诉你，不要去对这件事情失去希望，不对这件事情悲观，因为你的另外一半是相当正向的。我看到在这个关系里边，其实神圣阳性能量非常的具有爱的气魄和勇气啊，对方将会给予你非常高的能量的支持。当下我们就在这个牡羊月啊，牡羊月在我们的这个3月22到4月21号之间，有更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里边将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工作上的转换啊，升职加薪，或者说工作上打算去出现一些变化，自我形象的变化等等，这都代表了你们蜕变的完成。我看到这个关系里边有火星的信息啊，我们看到的是 child 或者说 a boy， 这边 third person， 这边呢我们出现的是很可爱的一只raccoon， 我们可以看到小浣熊。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啊？对方有可能在内在小孩和他的原生家庭当中出现过一些问题，然后有可能你们之间或者对方在过去以及他的原生家里面经历过某一种三角关系，或者是复杂的一个家庭或情感状态，这会影响到神圣阳性能量内心的小孩。不过内心小孩在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正在变得更加智慧，有可能也会去激发他内在小孩的某一种问题解决的机制。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理解问题解决的重点在哪里，而且他有可能正不断的变得更加的具有男性魅力和保护力。我看到这个人是有危机意识的，而且会第六感很强，他会躲开一些下意识会影响和威胁到他的一些事情。有少数朋友我觉得这个关系里边你们有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会有其他人出现，或者说你们在过去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在感情里边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些阴影，或者说我们过去有一些阴影的环节。有少数朋友可能当下你们经历了一些三角关系等等等等，不过宇宙和地球正在调整频率和磁场，所以当我们这个能量场在提升的时候，过去的一些事和我们应该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已经变成了平行空间、平行宇宙的一部分，变成了历史。所以当我们这个 frequency， 我们的这个频率正在提升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变化，所以你们的意志可以主观的去显化和显现这件事情，让它呈现成为更加明显，然后更加鲜明，或者说更加有力量感的一段亲密关系。好，
也有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做什么，你们顺其自然就好了，这一切将会被宇宙安排。所以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在未来这段时间，在我们的感情上，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在我们个人能量的积蓄上，都变得更加的饱满。宇宙会帮助你将这个神圣的亲密关系或神圣伴侣拉得更近，或者说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更高的光芒，让你的关系成为更加有力的组合。好吗？然后我们经历这个三维世界的这一世的100年啊，起码我们这100年当中记忆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经历的很多事件都在提醒和告诉我们，过去的状态是过去的状态，而当下我们需要在能量上有一个全面的刷新和对于关系新的认知。所以保持当下这个轻松且有能量的状态，你们将会吸引非常健康的感情来到你们的世界当中。祝福第一副组的朋友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2副组牌，一颗白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题是链接天平满月的能量，来看一下史诗级浪漫新阶段我们和神圣伴侣的隔空连线。我们看一下神圣伴侣和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缘分和能量，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2组的朋友获得需要的讯息。那对应我们的一颗白色水晶石，首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对应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的能量啊，我们看到是23号 Moon in Aquarius， 月亮在水瓶啊 Free Spirit， 自由的灵魂和精神。我们可以看到啊，你的内在小孩已经觉醒了， Your inner wild child awakens。好，这个 wild child 代表了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你的内在小孩其实是非常的拥有创造性，能量非常强大，并且视野非常广阔的小孩。他渴望着在这个不断的更新的世界当中遇到奇迹，遇到奇景，并且呢有可能有无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正在非常快乐体验这个世界。当月亮走到水瓶的时候啊，月亮代表了我们的内在，我们母性的需求，我们对于母亲的需求，也代表了我们的内在情感层面啊，爱的层面，我们想要领悟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样的。23号月亮在水瓶的这张卡牌代表了，其实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寻找的是真知和真正灵魂意义上自由和无限广阔的爱。你们的爱不是束缚，你们的爱也并不是互相的某一种绑定和比如在3维世界过度的连接。我看到你们的爱其实是无限自由的，而被你们爱上的人也一样会被点燃内心小孩对于这个世界的憧憬。而这种爱相反是非常忠诚，非常隽永，而且非常笃定的。那月亮在水瓶啊，一般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星座。我看到很多第2副组牌的朋友，当这个未来的半年，就是8月到来的时候啊，我们真正的满月落在水瓶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可能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向往和体验度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会打破过去的矩阵和围墙，有可能你们会认识到一些新的人事物会出现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这里面呢，当然也会有你们的神圣伴侣的角色。从这张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2组朋友你们追求的是灵魂上的伴侣，你们在体验和挑战的是灵魂上的超越，有可能你们正在寻求也是灵魂上的自由和一种共鸣。首先这种共鸣是你和你的内在小孩一同达成的。当你和你的内在小孩达成了这种爱的契约和相互的理解的时候，你的爱是自由和放飞的，也不会去夹杂太多业力的因素和自我矛盾的因素。这张牌也代表了我们第2组的朋友啊，你们将会拥有非常自由的爱。这种爱有可能跨越年龄，跨越时间，跨越物理或者地理上的距离，并且更多朋友你们将会展翅和放松的飞翔。我们在卡牌里边可以看到一对能量，我们这个内在小孩和我们天上的有可能是鸟啊，它有可能也是鹰隼之类的，相掩映成一对能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跨越了维度啊，我们的维度不同，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满月月球的能量，千里姻缘啊，一线牵。所以第2组的朋友，你的神圣伴侣或者我认为这是跟你志同道合的灵魂伴侣，将会在未来的半年最对的时间来到你的生命，而且你们将会为彼此的存在而感觉到无限的怅然、快乐和敞开。
也有更多朋友看到你和对方将会刷新彼此的认知，他有可能来自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有可能他是从远方来，但你们之间的链接超越了所有的这个三维世界固定的或者说是束缚住我们的因素和条件，因此我觉得你们的感情会创造奇迹。而且在心灵的层次上，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一旦你们互相爱上了，你们不会去在更多的比如说选择呀，或者说混乱的关系和情欲当中太过做摇摆和沉淀，或者说染污。你们在感情上其实是无比简单纯粹，并且呢带着一种自我回归的自由性迎向彼此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未来的半年也会结束异地恋，也有一些朋友看到你将会结识跟你一样自由和纯净的灵魂。你们在精神的层面上完全理解彼此的同时，会为了对方进入到一个新的界面，可能是新的维度，有可能是一个新的位置等等。总之，你的人生无限的开阔，非常可爱的一张卡牌啊。那我们的满月在水瓶还是一样8月狮子月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是月亮水瓶金星水瓶、上升水瓶的朋友来到这一组。我看到你们可以完全在这个世代洒脱的做自己，你的自由精神，你的有可能是不拘一格的，有可能是我行我素的，有可能是超越普通的一个思想维度的这个精神状态，非常的美丽，将会吸引跟你共频的人出现。那我们的这个副牌，我们看到的是 Lotus Flower， 我们可以看到莲花 Unfoldment， 我们可以看到绽放的莲花。那宇宙看待你就仿佛是看待正在绽放的莲花，宇宙看待你和滋养你或者说宇宙看到你的内在的这个灵性的状态，就仿佛是绽开的莲花一般。所以有些朋友你们会有宗教信仰，或者说你们的本性自信是非常纯净的，你们的内在呢有着非常圆觉的一片精神世界，而这个世界是被你们的可以说是真诚、爱和美所滋养的。我看到宇宙呢即将将你们的天空的阴霾抚平，并且送上一轮太阳。有更多的朋友在雨后呢，你们的这个花朵上，你们的花瓣上，然后你们的周遭有可能会有露珠水珠等等。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是，我看到这个雨就像是过去那个旧有的世代去席卷和清理一些负面业力一样，你们的世界有可能会全然一新，也有可能你们会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边去找到一个新的自己。我们看到这个莲花浮水是有倒影的，所以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寻找的基本上是灵魂伴侣，或者说跟你们的灵魂非常相似的人，以及这样的人一定会出现在你们的世界。莲花出现也代表了我们在禅修也好，我们在灵性的拓展也罢，我们在某一种宗教和某一种可以说是灵性的练习上都有更高一个程度的体验和感知。所以呢，宇宙和扬升大师也在帮助我们去更加好的浮水我们从淤泥当中开放出来而不染浊，我们可以去洗净三维世界和多维度的世界多重的这个业因业力因果的因素带给我们的影响。你们在最近这个阶段呢是重新拥有自由的状态的，所以也非常恭喜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你们灵魂的状态是非常透明，就很像是这一颗水晶石一样，非常的透明和澄澈，并且这样透明和澄澈的灵魂将会吸引跟你有共同的状态、强烈的共同感知并且非常相似的优秀的人、优秀的灵魂来到你的世界当中。你们值得这样简单、清澈而笃定的感情。好，我们看一下我们 Tarot 塔罗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洗牌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讯息是什么第一张圣杯3号，好 Ace of Swords， 我们看到的是 The Moon in Reverse， 这边又飞出来一张好，我们看到是宝剑3号的逆位。好，我们继续抽牌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关于我们的神圣伴侣 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的正位。好，我们再看一下信息是什么，太阳牌。好 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7号的正位。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好，我们下面再继续洗牌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能量讯息要给到我们呢？我们的卡牌
飞出来。好，我们看到是 Page of Wands 权杖公主的正位。我们再抽最后一张啊 ，Strength in Reverse 力量牌的逆位啊。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讯息，宝剑2号的正位。好，这一组牌的朋友啊，你的神圣伴侣能量信息还是比较明确的。这是你的灵魂伴侣啊，而且是灵魂家人。在前一世或者说前几世当中呢，这位灵魂伴侣都像是守护灵一样，在周围指导和照耀着你。那我看到在整个的信息当中也体现出来一种心心相印、心有灵犀的连接。所以当你们的关系一旦就像是种子成熟啊，如雨后春笋一般啊，破土而出之时，我们第二组朋友也会非常强烈的感觉到你的灵性或是生活的某一种视角在被打开。那从这副牌里边能够感受到，我们第二组朋友，要不然就是当下这个阶段你们非常明显的已经跟这个人相遇了，你们已经跟这个人走在一起，并且非常相辅相成的啊，正在互相的鼓励、陪伴和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整个感情应该是非虐恋式的，或者说非弯绕式的，应该是一眼定终身，或者是一见钟情催化出来的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这个感情当中其实也能够照见彼此内心深处最柔软，或者说最需要保护，内心小孩内在小孩最需要归属的部分。所以我认定呢，这段关系比较像是灵魂的家人。也有一些朋友，我认为你还没有见到这个人，你们的灵魂在同一个有可能是家园或是家族当中爆发以及成长，而在这一世有可能要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才能遇见对方。这个关键节点仿佛是灵性的成长，或是突然的我们警觉推开了一扇门，亦或者是一些朋友，你的生命如果出现了一些转折点和起始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有很多朋友，你们会在生命的拐角、生命的转弯之处遇见他。我看到啊，在这一组当中，两个人之间有超强感应之外，还有一种相似性和互容性。你们可以非常容易的、轻而易举的理解对方、信赖对方以及融入彼此的生命啊。不管他的过往，或者说你的过往是什么样的，你们的原生家庭、你们的成长的经历和历程，让你们不得不背负什么。我们第二组朋友都非常简单和容易及直接的可以去理解对方，对方也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到你们，因为你们的命运是一个共同体。这边我们看到啊，有月亮牌和力量牌的逆位，你代表的这段关系其实是非常具有链接式的，或者说你们会将这个神圣阴性能量链接在一起，你们有可能会一起 grounding， 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并且呢，你们会帮助彼此战胜内心里最没有自信、最自卑，或者说最不确认的那一个部分。我认为这个人他是陪你一起去同路同行的冒险者，你们有可能会一起去开发新的兴趣，你们也有可能会在对方的身上看到真正的你不需要完美，真正的你不需要做到100分啊，做到120分，你只要是你就可以了。好，看到这段关系是一个救赎式的关系，所以也不排除有少数朋友在你的人生灰暗和谷底的时候会遇见对方，或者说有可能是在对方灰暗和谷底的时候，你曾经去牵引拉扯对方一下。整个这个关系产生的是一种巨大的疗愈性，让心灵可以平静下来的高超的能量和爱的智慧以及忍耐，我看到还有一些耐性在里边。所以整个的第二组朋友，你们的神圣伴侣，你们人生的真爱关系一定会让你们变得更加开怀，让你们变得更加自由，而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局限，或者说无所顾及的付出，或者是伤害自己。我看到第二组朋友，你们过去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和经历，比如说为了爱的事情去折煞自己啊，去委屈自己啊，以至于伤害到自己。那我看到你的神圣伴侣希望传递给你这样的信息，包含了宇宙和指导灵希望传递给第二组朋友信息，你们的存在就是完美的，对于他来讲，你的存在就是一个世界。所以第二组朋友，你们需要非常珍贵啊，宝贵你们的能量，珍爱你们的存在，肯定你们的存在。那我们这边很有趣啊，这张太阳牌和我们的主牌Moon in Aquarius 啊，月亮在水瓶呢，这个姿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这边的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的主角，我们的人物啊，正在去敞开胸怀链接月亮。这边呢，我们是正在敞开胸怀链接太阳。所以第二组朋友，我们在卡牌里边也抽到了啊，太阳牌，然后这边是月亮牌，所以第二组朋友我看到你们是阴阳相合的。有少数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是同性，
好，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年龄差距，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背景差距，但是没有关系，在对的时间，你们会发现，你们就是彼此最重要的一面镜子，而且这面镜子呢，就仿佛是清澈的湖水啊，映照着2朵莲花，你们会在对方的真实纯粹的自信面前看到自己。所以我看到这一段关系会让你们整个能量变得更加稳定，而且你们也会更加趋于对于生活啊深刻的热爱和深刻的挖掘，你会重新爱上这个世界的，会有人陪你重新爱上这个世界，以一个自由灵魂的存在，而不是任何的一个，比如说社会角色啊，你的功效，或者说你所拥有的一些价值等等，你不需要拥有任何，你只要是你，我认为对方会爱上你本来的样子。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啊？我们第2组的朋友，我们也要判断一下啊，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遇见他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信号。好，看一下 Ace of Cups 圣杯1号的逆位。看一下我们第2组朋友啊，信息是怎么样的？我们整理一下卡牌啊，看一下什么样的卡牌要帮助我们传递信息呢？Temperance 节制牌，然后我们这边的2张一起出来，有恋人牌和国王牌的逆位。我看到了啊，这段感情有可能要战胜一部分的自我价值的缺失，战胜自己内在的缺漏，或者说自卑等等。我看到这个关系里面是存在着明显的实力上的偏差的，实力上一高一低啊，或你们相遇的时候能量上一高一低。当然了，在你们接近彼此的过程当中，通过迅速的转化，你们会快速的成为彼此，你们会快速的去洞悉和连接到彼此。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爱的关系，无疑啊，因为有女祭司和恋人牌以及月亮牌的逆位出现嘛，这个关系里边没有欺骗然后有可能没有太多的对于现实方面的顾忌，但是我看到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是在一开始不敢去接近真爱的。首先，这个3维世界让我们在能量上有很多缺失，或者说我们这个五蕴至圣的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习气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沉淀，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空气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得不展开我们随意去发现这些，我们随意去体会到这些的时候，在爱上我们有缺漏，有可能一开始呢，我们拥有爱，但是不肯相信。当我们爱到累的时候，没有能量的时候，有可能会转念，不再去信任以及不再去输出。不过我看到啊，在某一些朋友，你们最不敢去相信，或者说没有体力和能量去认知爱的时候，这个人会出现。整个这一副卡牌当中透露着一种救赎的信号，特别是神圣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的互通。所以不管来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男孩子、女孩子，男生还是女生，还是说你们确实在生命当中遇见的重要人物是同性的，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看到对方是你能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映照乃至补充。然后在感情里边，我看到有可能有一方是非常热情以及会去沟通的，而另一方呢，在相遇的时候，喉轮和心轮以及脐轮是有一点破损的，或者说能量呢比较低迷，然后经过一个周期和阶段进行治愈，而这个治愈我看到并不需要去花费任何能量，爱就是奇迹。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会发现，当你们遇见真爱的那个阶段，你或者是对方已经接近了某一种阈值这种阈值有可能是承受能力上的、情感情绪的承载力上，或者是有一方正在去进行力求突破，比如说想要去更换工作，想要去打破这个世界，甚至有一些叛逆和不安于世，不喜欢世俗传统的方式，不喜欢被压抑受够了压力等等我看到这个感情里边呢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符号的，就是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的周围有重要的符号，这是你们非常重要的印记。所以这个人的身上有可能会有胎记痣或是 tattoo 纹身之类的，会引起你的注意。那我看到你们彼此之间其实这个约定也是从非常久远的时间，我看到是穿越历史的。
不一定只是前世啊，在很久以前你们的灵魂产生出现的时候就有的一些誓言和誓约。那这个呢，并不一定是灵魂的契约，你们一定要做到什么，但是你们在发愿去相互陪伴、相互连通，在最重要的时候能够出现在彼此的生命，给予彼此能量。所以整个这个信息也代表了第二组朋友，你们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孤单的，你们有神圣伴侣和固定的伴侣，注定的伴侣。有些朋友会说，那我遇见的当下的这些人，难道就不是注定的吗？我们呢随业发现啊，在这个三维世界，随我们的一呼一吸，随我们对于这个三维世界的深入体会、理解和我们的愿力，我们在做的种种事情，我们接受的种种果啊，然后进行了我们当下的这个因缘的和合。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正在去做出我们的剧本，因此呢，出现在我们人生当中任何的一个人，基本上都是随着我们这个业力和业缘发现的。但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业力的种子都会爆发，那只要我们肯去为自己深深的耕种福德，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也会发现在人生是有很多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让我们转危为安，而且会接近无限的幸福以及成功。这个关系里边，我认为最重要就是你们都是非常果敢以及向上去求，很好胜的人，所以有可能也会因为好胜啊，两个人的关系会卡在某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感情里面没有虐恋，也没有欺骗。我们刚刚讲过啊，因为这是一个真爱，你们有可能在内心都相信和确认这个人真的爱你。但你们究竟要去如何迈过属于你们各自的课题？我相信呢，这个有可能是每个朋友你们不同的课题，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深思，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行动上的指引和挑战。你再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出现啊？给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带来一些讯息啊。好，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的逆位。好，它有出现吗？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这边飞出来 Seven of Swords Ace Ten of Cups in reverse 圣杯10号的逆位。我们看到金币2号 Four of Swords 宝剑4号的正位。我认为很多朋友没有遇见，80%的朋友啊，在这一组当中是没有遇见的。有些朋友可能情感经历比较丰富，或在过去的一个阶段，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一些朋友遇见的是阶段性的灵魂伴侣啊。有些朋友可能遇见的是前世的一些伴侣，业力关系带来的伴侣。有极少数的朋友有可能遇见过 Twin Flame， 但是没有关系，你的神圣伴侣在未来等你。我们这个关系里边当下所带有的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啊？宇宙希望你能够丰盛完整的去体验这个视觉上的，或者说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体验。宇宙希望你能够去体验人世的疾苦快乐啊，然后有可能是困难，有可能是顺遂，种种的镜像，希望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都去尝试一下。所以我认为第二副牌的朋友是生活的探索家、感知家、感受家。然后我看到你们其实终生都在寻找的就是灵魂伴侣，就是这一个重要的人。你们有可能经历过一些人觉得似是而非，或者这个关系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就渐行渐远了，或者说淡却了。我没有看到第二组朋友你们要跟任何人去结怨，或者说你们在留下任何的遗憾。对于你们来讲，过了就是过了。我认为第二组朋友你们非常注重感受，而且你们注重当下，你们可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去体验以及体会到什么，这个对于你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但求曾经经历和拥有，而不求结果。我感觉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在人生里边是艺术家和探险家来的啊。这边有圣杯国王、圣杯8号和圣杯2号，有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在过往的经历里边是浓烈的去爱过，但是我看到你们在内心也非常容许自己去爱，以及去有爱取有嘛，就是爱要取得要拥有，然后我们有可能也会成住坏空，这个爱有聚有合啊，然后也有离散。但是圣杯2号的逆位在末尾永远的代表了我们第二组朋友对待爱情是有信仰和希望的。某一个阶段我们的信仰和希望淡却，或者说离开某一个经历，并不代表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在情感上不会有更高的体验和认知，相反你们的体验和认知会随着这些经历变得更加的深邃。所以我们第二组朋友不管什么样的年龄，你们永远都走在路上。其实我觉得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收服或者被降服的。如果对方和你在心灵上没有
共振、没有连接的话，有可能不管对方在现实里边跟你们有多么的合适搭配啊，或者说相配等等，你们有可能都会最终选择离去，因为我看到你们心灵上的需求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在物质上，或者说某一种简单层面的相互陪伴上的要求。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灵魂在寻求的东西是正确的，这不是这个三维世界没有东西。比如说没有真爱，我们在硬去寻求吗？我们再去不断的找，我们在不断寻觅吗？其实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先找到自己，并且跟自己和解和接纳自己的过程当中，去找到心灵最深处的养料，而且可以连接到这一个人。所以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在未来的路上继续去体验一下。也有些朋友正一排的逆位和权杖1号代表你们曾经离开过非常稳定的关系啊，圣杯10号逆位离开过比如说离开过婚姻啊，离开过承诺关系啊，离开过一个长久的关系，这没有关系。第二组朋友，你们永远都可以爆发出新的激情、新的好奇心以及新的宽容和慈爱，去感受这个生命。你们的灵魂是永远自由的。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人神圣伴侣啊，这个灵魂出现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给到我们呢？我们从卡牌当中来连接一下。很明显，我们看到是皇后牌和命运之轮牌，我们遮挡一下。也就是说，很多朋友啊，这个人出现震动也太明显了吧？我们这边还有教皇牌啊，3张 Major Arcana 大牌一起飞出来，就是他了啊！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对，你们会马上分辨出来这个人的能量。也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闪婚、闪恋，你们有可能会很快的拥有一个爱情的结晶。比如说，我们看到王后牌啊，你们会有 baby 有后代。我看到更多的朋友啊，这件事情的产生和出现，基本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啊，寓意着你的人生将会进入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开出花来。所以你们是会有非常丰盛的东西或者是能量放在这个三维世界，就像是种子一样。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有后代，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拥有共同的事业，你们会一起创造什么。命运这轮牌，我们这一套里边看到的是阴阳能量的一种结合，这也代表了这个人会帮助你逆转过去的命运，带你有一个新的认识和体验，在各种方面都会更上一层楼。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幸运的人。你也是一个能够带着对方走向更高幸运的人，或者是更高的精神和灵魂上的成熟的人。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些朋友认为遇见他之后呢，你们会迅速的进入一种稳定状态。比如说过去一些朋友，你们在出差旅行，你们有可能向往这个世界在奔走，有可能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我看到在遇见对方之后，你会快速的稳定下来，那个生活的节奏啊，将会变得细水长流，稳定而甘甜。权杖8的逆位和金币骑士也代表了我们的生活有质量有质感的同时，也在发生着非常强烈的一种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会让我们更加喜欢去体会和理解生活里边的很多奇妙美好的瞬间，而且我们会学会更多正向的播种。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也在跟你互相去教会如何去爱，什么是爱。然后你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有节奏有规律，三餐也有规律，或者说生活的状况将会变得稳定，在物质上也会变得更加成熟和丰盛。这个人也会帮你去补足你的财库。所以在过去一些朋友如果觉得我的存款呢，或者说我经常会遇见一些额外的花销，这只是我们在度过人生的一些阶段当中必须要去给出的某一种学费，或者付出的某一种业力罢了。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当遇见了真正的神圣伴侣和正缘的时候，你们的财库不会缺漏。你们会发现有可能你们的需求和对于物质上面的追求都会变得更加清淡，甚至很容易的你们会存到金钱，你们有可能会拥有稳定的物质，拥有财富，拥有比如说房产呐，或者说定居的地方。我觉得第二组朋友，其实你们喜爱的是跟对方能够相辅相成并且细水长流的去欣赏这个三维世界。
同频的过这个生活美好的日子这样的一种感觉。恶魔牌和宝剑10号以及宝剑骑士的逆位，过去的一些纠结的想法、不稳定的想法，或者经常我们产生变动的想法，比如经常想要搬家，经常想要变换工作，有可能经常在某一个阶段就要必须要做出一些转化，主动的、被动的等等这样的阶段就过去了。我们看到这个牌尾是金币1号的正位，有很多朋友我认为你们的这个神圣伴侣会带领你们走向稳定的关系，甚至是契约关系。有很多朋友你们的生命里边其实是有婚姻的，也会有高度的，有可能是灵魂和生命当中的这种承诺和绑定。所以千万不要担心你们是否会在这个世界上生根和发芽，你们一定会，好吗？我看到这个人会给予你承诺，给予你这个 commitment， 或者说你们将会自发的愿意去跟对方向前去走。好，这个是神圣伴侣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意义以及指标。好，这个灵魂是为了我们而来，是跟我们拥有完美的这个配合，好吗？我们可以去帮助对方扭转和改变声望我们的运势，改变我们的命运，让我们的命运呢出现更加美好、更加稳定、更加自由的体会。这难道不是人世间的最美和最善吗？那出现了恶魔牌和宝剑10号，也代表了就刚刚我们所讲的权杖4号的逆位等等，一个动荡的阶段过去，或者说一个存在着各种业力或各种债务的一个阶段过去了。当然我们这个业力有正向的，也有负面，有中性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我看到其实这个神圣伴侣的出现起码是一个非常正向的祝福，是 good karma 正向业力的体现。权杖9号，我认为你们会建立共同的家园，所以还是一样，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上是非常可以期待的。还有少数朋友，如果你们已经遇见了稳定的这样的一段情感关系，宇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还是一样不追求完美。我看到你的伴侣不追求你去做一个完美的人，做一个超有保护力的人，做一个什么都扛在肩膀上的人。那我们第2组牌朋友，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我们又看到权杖的人物了，所以第2组当中火象星座蛮多的，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那这边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双鱼座、摩羯座有一些朋友有可能是处女座等等这边的星座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我认为第2组朋友在稳定的关系当中，你们并不需要要求自己一个人什么都扛得下，一个人什么都就是闷声去做。你的伴侣希望看到你的伟大，看到你的全知全能的同时或者说看到这些的以外，他们希望你是快乐的，好吗？你的神圣伴侣希望你是快乐的。如果当下一个人在度过人生，或者说你们的情感是有一些动荡的朋友，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我们会被赋予这样的一些认知，就是你必须要让自己拥有所谓的事业名誉财富，你才是值得被爱的。或者说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你拿什么去被爱呢？你拿什么去连接一个人，谈论感情呢？等等等等金币9的逆位。所以这个3维世界的某一些理论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始终是不够的，我们不够富足，不够丰盛，我们不足以被爱。其实还是一样，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这边看到金币1号当你们可以接受自己，当你们可以接受爱没有条件的时候，任何好的条件都会被你们吸引而来。所以这边第2组朋友，吸引代替追逐。好，当你感受到你内在的本自具足的时候像是这朵美丽的莲花，什么样的光芒都会自动的投射到你的身上，你将会自发的吸引一切的幸运和你想要的丰盛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看到第2组朋友，如果你当下是一个人的状态，或者说我们的情感遭遇到一些动荡，你依然不需要逼迫自己去一个人闷声扛，你并不需要去让自己做到那个100分，做到那个第1名，你只需要去做自己。因为你们的魅力在于哪里Free spirit， 你们是自由的灵魂，你们是不染污的灵魂，而且你们是具有灵性的慧根的灵魂。所以当你的灵性开始去澄澈的发挥它的能量，当你不再被这个3维世界太多的教条去绑定的时候，你们将会更稳定的发挥你最大的潜力，吸引一切，包括了神圣伴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给到我们。我们这个卡牌抽的蛮多的Two of Wands， 好 Five of Swords。 我们再看一下 Eight of Pentacles。 如果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宇宙希望我们第2组的朋友直接去做，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过度等待的，
没有太多的失败和困境在未来，反而是意识或者说一种负面的头脑的矩阵在阻止我们去做自己罢了。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天高任鸟飞啊，权杖2号代表了，如果你认为当下的环境是不适于你的，如果你不喜欢这种生活状态，如果你有可能是为了自由，有可能是为了更高程度的理想，有可能只是为了我们身心灵更好的一个发挥和体验，去选择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是想要去搬家，想要去旅行，想要去看看世界，大胆去做吧。有很多事情是做的时候它才会被显化和被组成，当我们不做的时候，有可能永远都会停留在其他人的声音里边。所以金币8的逆位代表了我们这边还看到权杖2啊，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体验这个世界，世界已经发了你们通行券啊。Sorry， 这边是权杖3，这边是权杖2，但这两张卡牌其实出现的非常是时候，因为我们在反复的从这个牌的信息看到，我们并不需要等待。每一天的这个当下都是我们对于未来人生来讲最年轻的一天，好吗？所以呢，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已经拥有了体验世界的通行券，而且有可能你的神圣伴侣就在你体验这个世界的路上。所谓的体验这个世界，你们可以去做你们喜欢的工作，去尝试你们一直以来想要去尝试而不敢去尝试的生活状态。你们可以大胆的先跟宇宙去下订单，去显化它，或者去许愿它。也有些朋友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细节并不需要去过度的琢磨。当你们一边去做的时候，这个灵感呢，或这个资源呢，或者说这个可能性就会自然而然的来到你们的世界了。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最近有可能背负一些压力，精益求精，或者你们正在人生的某一个转折点上。那当下宇宙也正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鼓励，因为在未来一个人生更灿烂的长途上，这个旅途上，你的神圣伴侣即将在这个某一个站点迎接你哦。还有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去体会一下这个过程里边你的灵魂，你的内在小孩是不是快乐的，做让你内在小孩快乐的事情。你们也即将用这样的方式组合我们的能量，并且呢用更高的能量来吸引这位灵魂伴侣的出现啊。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有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能量的绑定啊，你们对于亲密关系有不安全感啊，你们有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能量去爱。一些朋友你们是付出型的，只是通过一直的付出啊，或者说一直的这种勇敢、勇武等等啊，在展现你们的被爱的可能性。还是一样，宇宙母亲，我们的天空大地，所有的神灵，你身边所有爱着你的守护灵都在告诉你，你不需要用任何条件去争取爱，你们本身就是值得爱的。而且你们越发的在沉浸在你们热爱的事情，沉浸在你们喜欢的生活状态里边做自己的时候，这一份更大的爱会到来。有些朋友会说，我喜欢的事情是宅家，我喜欢的事情是什么都不做，那这样的神圣伴侣会来到我的世界吗？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们可以仔细的感受一下成长的过程里边，你们是否曾经产生过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探索的欲望。我觉得你们的就有一部分的野性有可能被封印了，不过在这个风的时代啊，在这个水瓶的时代，你们会发现啊，这个能量将会从你们的身体和周遭喷涌而出，你们并不需要去比如说 push 自己啊，推自己，或者说催促自己，也不需要去遏制自己，只要让这个事情自然而然的像种子一样去生发就可以了。那在未来的3个月左右，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将会重新的踏上这个梦想的旅程，而且会有一种如获新生的感觉，好吗？特别是一些朋友在7到8月之间呢，在这个水瓶满月的期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是不是真正的你的真我和你真实的一个部分被 release 被释放出来了。我认为你们需要这种酣畅淋漓的释放。当然少数朋友我认为这种释放并不是这种冒险或者说冒进主义，我们要做一些好像是超越这个3维世界逻辑和体系的事情啊。我认为你们只是去体验这个世界的开阔就可以了。这种开阔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人事物的涌入，或者说新的认知的出现。我们有可能要去体验一些新的事物它有可能是未知的，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是对于第二副组牌朋友来讲，你们身上这种体验性才是你们真正的能量点和魅力点。你们会发现在某一个阶段，你们的人生将会重新被赋予意义，而且在那样的一个阶段，你们更容易去接近人生的花好月圆。
你们的人生里边可是有花好月圆的第二副牌的朋友。那我们在最后用一套 Oracle 来看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对方身上有什么样的信息和能量吗？第一张我们看到是Milky Way， 好，我们看到了银河，好吗？第二张呢 Rider 是1号牌，那第三张我们看到是 Venus Goddess of Love， 好，金星的爱之女神 The Empress 皇后牌就这边我们的王后牌，我们放到一起吧。所以这个信息很明显，有没有啊？你要去动手连接你的银河，找到你的这个我们一些朋友是卯宿星宿的，有可能是星际小孩、星际种子等等有些朋友你们来自于其他的星宿 ，anyways 这边去连接你的星际家人，我们有可能会搭建新的社交网络。好吗？在未来有可能你会更多的去参与到一些团队的建设呀，有可能你会通过你热爱的事情找到你的灵魂家人，会有超自然的体验，会有超级有灵魂影响力的共鸣式的连结。而且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不会被压抑，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天空是非常开阔的，而且宇宙和星河希望你们去找到这种团结连接在一起的丰盛感那我们这边呢看到第二张牌是 Rider， 是1号牌骑士是一个 messenger 是一个传信人，有可能也是一个正在路上正在人生的坦途上飞驰的人。这边会有这种旅行的信息有可能会有新的人的造访，我看到有些朋友新的人将来到你的生命。那有更多朋友呢，你们将会被传递或传递出来一些重要的信息给到周遭，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将会得到宇宙送给你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指引和召唤，你们在计划的一些事情将会有非常好的进展。所以这边搭配我们的权杖王后还有这个权杖侍从牌在下面，刚刚我们看到有这个 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牌在路上然后我们这个9也代表了一种异文化的体验，有可能我们在学习新的事物，我们有可能在旅途当中我们要冲到一个新的地图和板块当中，无论怎么样这个消息都是好的。而且一些朋友有可能这个宇宙，有可能你的灵魂家族在帮助你去寻求自我，有可能在帮助你突破一些阻碍或困扰，而这个阻碍很快就会被突破了，并且你们也会找到你们的灵魂家人。我看到除了神圣伴侣以外，也有一些好朋友或是灵魂的真正的伴侣会出现。当然我们说这个灵魂伴侣有可能是知己和志同道合的人。这边我们看到王后牌比较明显是一个金星的信息，你将会充满了吸引力，整个人都是 bling bling 的，散发着光晕的。而在这一个年份开始尤其是在未来2个月开始，我认为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会有一种能量全开的感觉，而且你们会更加明显的去打开你们爱的能量，照耀周围的人。那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是神圣阳性能量的话，会有如此有魅力的人进入你的生命，来照耀你，来让你看到什么样是真正的爱与美，并且在亲密关系上会有非常和谐的一步进展。金星也代表了在物质上的丰盛，代表了快乐，代表了幸福。所以我看到你们在被金星的女神所支持、照耀和保护。我们第二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的人生其实在过去的一个阶段有可能还是探索者的阶段，但是很快你们会接近某一种成熟和丰盛，开始停下来看一看周围的风景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因为我们这个三维星球也是有非常美好丰盛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文化各层次各方面各维度的体验上都有它非常独特而有这个信息存储量的东西来到这个三维星球其实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灵魂的旅行的话，我认为你的灵魂旅行会看到很多关于美和爱的有可能是能量的叠加，有可能是你的视野会 focus 在一些关于美和爱的事物上。少数的朋友看到你们有可能会做一些慈善活动公益活动帮助小孩，帮助女性，或者说帮助老人，帮助这个地球的环境等等。有很多朋友你们会通过这些侧面的连接比如说你周围的一些人在寻求你的帮助，你有可能也在同时通过某一种方式去连接一些人，寻求他们的帮助和保护。这样的方式会让你感受到其实你们的周围是拥有亲情和拥有真情的。
也有一些朋友看到你们在做一些关于艺术、关于创造、关于收集和收藏方面的工作，这个也会让你们在人生的体验维度上变得更多，变得更广阔。所以我看到金星的女神在祝福你们，你们值得拥有光环，值得拥有爱和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好，我们这样飞出来一张啊，猫头鹰哦 ，oil， 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会有如此这般的第六感，就是要往哪个方向去走，你们是知道的。我看到第二组朋友，其实你们并不是那么的迷茫，只是有的时候会有点怀疑，我的直觉是对的吗？我真的要这样去做吗？或者说我的指导灵到底在告诉我什么？为什么我是如此这般的去想呢？不需要去怀疑啊，你们有可能会有更高维度的一些信息途径和有可能是连线，所以这种链接呢，它是超维度的，也包含了我们第二组朋友，你们的指导灵其实是非常老灵魂的存在，非常的有智慧。所以我看到你们在探索，不管是灵性上还是这个生命上探索的这个过程里边，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东西涌入你们的生命，跟着你的直觉去走啊，不会走错路。好，我们在最后看一张 ，OK，King of Earth， 我们看到是地之国王吗？这边是 The Devil。我们再 clarify 一下信息啊，刚刚我们也抽到这个 Devil， 是一个摩羯的卡牌啊。好，风之王子啊 ，Prince of Air。这边我们看到权杖王后和权杖公主牌。第二组朋友有一些是同样性别，也有一些朋友看到啊，这两张牌代表了你在被很有魅力的人喜欢呢。就是我看到喜欢你的人啊，或者说可以去看到你身上与众不同的点的人。我们看到这张牌是 The Lovers 他们和你的身上有着同样的气息，流通着同样的气息，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恋爱对象啊是非常有魅力的，而且往往在你们不经意之间会吸引到他并不是因为你们在展示什么，你们在彰显什么，或者说你们拥有什么，还是一样，只是你的存在会吸引到这个人出现。我们看到这边是 Squirrel 小松鼠牌，然后配到我们这边的是好一只白色的猫头鹰。我看到两个人是一文一武的，然后我看到在你们理性和实际的时候都非常实际。你们是强强的联合，那跟第一组这个强强联合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二组朋友啊，你们在整体的这个在情感的搭建上都会体现出一种协作性、社会性。我们两个人在职业上啊、职务上啊、天赋上，对于一些事情的感官上是相互补充的。那我看到呢，你们的资源将会有很好的配合，而且你们将会有非常好的一些社会的资源帮助你们去进行这个资源的积累、财富的流通。而且我看到有可能你们在关系里边会有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和服务精神体现出来，这会让我们的家园变得非常的丰盛。而且我看到哪怕是两个人啊，是一对伴侣，你们的能量可以去替代一个 team 你们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很多的展开。我也看到这是非常聪明的两个灵魂的结合，所以宇宙在用它独特的方式来指导我们去进行这场链接。那在未来呢，有些朋友你们将会在某一个重要的阶段遇见这样的人。好，这个时间我看到随着你们的行动会越来越近啊。最后我们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是什么。好，我们最左边第一张看的是 Angel， 好，美丽而纯粹的大天使，想要去爱，能够去感受和传递慈悲的爱、无条件的爱，却往往忘记了自己，是非常易伤和易碎的。好，内在比较容易破碎。那我们第二副左牌朋友对方的身上有这种纯洁性，而且我看到在遇见你之前，对方并不相信爱，甚至他用某一种方式在保护自己。那大天使呢，有他非常高维度的能量和智慧，所以你将会遇见非常聪明的人。但同时呢，你和对方要通过我看到是打开雷达，打开你们顶轮的方式，去通过智慧连接。一些朋友是智性恋就是你们有可能喜欢对方的智慧，你们有可能会看重对方的智慧和一些人生体悟等等。我们在这张卡牌当中看到一些字符和字母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我们看到 S， 我们看到 K， 这边是 B， 我们来看到这边有 P， 好，数字3好吗？把这个信息传送给大家。那我认为第二个牌的朋友
无疑你和对方在能量和 aura 光环上是有相似性的，所以你们将会很快的，在对方出现的时候就感知到这个人，而且在对方和你的眼中，你们都是非常特别的个体。我们这边看到有这个女神，Empress 皇后牌、女王牌和我们天使牌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我们的手臂都环绕在我们的身体前方，那王后牌呢，其实也在去保护和遮挡这个小腹，所以我们也代表了第二组朋友，对方对于你有一种天然的保护性，好，也有一些朋友对方身上有一种母性或者说是父性也好就他会有一种天然的对于自己爱的人的一种保护欲，因为这种自我保护是来源于有可能是内在小孩，有可能是先天业力，有可能是后天原生家庭的形成带来的。这边女皇牌和这边的 Empress 我们塔罗牌当中女皇牌也代表了母亲，所以我认为对方会用他渴望的爱的方式来爱你。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对方的月亮和金星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们的爱的方式是如何，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星盘是怎么样的，你们需要怎样的爱。我看到你们之间将会有非常好的能量的某一种相互的补充。好，我们把卡牌放在这有点反光那第二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好好思考yoku kangai。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笔记本，有这个好像是习题册或者很多书本在我们这个女孩的眼前，她正在用放大镜看这个世界的一切。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过去的那个显化的笔记如果你没有写那个显化清单的话，也有一些朋友看到你们有可能会在当下这个阶段周围的书本，周围的一些你们过去的涂鸦里边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是关于你对于爱的能量的显化的。好好思索，这代表了我们需要去检视一下我们的身口意，就是我们平时的言行，我们平时的这个意念，我们平时在感受着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集合的一个显化了。所以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需要去检视和排除一下我们对于情感关系和对于生活的一些负面的思索，负面的一些比如说言语口头禅等等，或负面的一些思考。然后我看到在最近这一个阶段，第二组朋友你们在被周围的人观察和注视着，甚至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公众人物的话，周围的人会很喜欢观察你们，而且你们身上的光环会吸引很多的人来注视你们。这个目光里边有喜爱，有艳羡，也有好奇和怀疑，但是不必在意。第二组朋友你们只要去一心一意的做你们喜欢的事情，去积累你们的技能和知识就够了。你们是被选中，自然而然会站在人群前端的人，会站在人群中心的人，所以宇宙也将把这些智慧和这些高维度的能量送给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刚刚讲话有点卡，感受到第二组朋友你们最近会对待这个事情呢有一些疑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做某一些事情，我到底要不要去迎接某一种考验，或者说我被赋予某一种天赋和才能，我到底应该如何去展现它。yoku kangai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而我看到其实权杖王后这边一些权杖卡牌和这个 Rider 我们的骑士牌也代表了你们完全可以为自己喜爱和热血的事情去进行属于你们的一些行动，属于你们的一些非常直接简单甚至是非常高调的一些行动，因为你们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往往是为了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为了一种自我宣扬，所以宇宙理解你们，周围的人会感受到你们，而且你们会为了自己的存在而感觉到快乐和幸福。我相信你们周围的人一定会更加快乐和加倍的幸福，好吗？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呢，找寻到自我的同时能够看到你们特殊的光在哪里，这个光芒也会引领很多人看到你，包括你的神圣伴侣，这个光芒也会让你重新的去理解宇宙在赋予你的人生，你当下这个人生的阶段什么样的意义，你们是会闪光的。那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希望大家在未来这个阶段可以去邂逅我们的神圣伴侣人生伴侣，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人生当中更加快乐的一个跟自我跟这个生活相处和和解的方式，因为宇宙希望你们看到的是爱和美以及光。祝福大家，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共同学习和连接。我们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紫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题呢是天平满月，我们来看一下14级的浪漫啊，在新的阶段，我们和神圣伴侣的隔空连线，那我们和对方的这个缘分以及对方的传递来的讯息又是怎样的？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卡牌传递给大家讯息的同时，也带给大家能量和疗愈，帮助我们去更快的显化和接近我们的神圣伴侣，了解宇宙给予我们无限的爱和保护。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紫色水晶石，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3副组牌的朋友。又是一张水瓶的讯息啊！一些朋友是从第2组选过来的吗？一些朋友也想选第2组啊。我们看到讯息是 Eclipse in Aquarius， 好，水瓶的日食。那这张牌很明显呢，代表的是 awakening 啊，我们精神上的觉醒，代表了我们深刻的一些内在问题正在被解决，而且我们这个能量正在不断的上升和升级。那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3月啊，大约是3月29日前后，我们刚刚经历了一轮日偏食。那在这个水瓶世代啊，我们要注重每一轮日食和月食带给我们的影响和波及。那这一轮日偏食又连接着我们的水星逆行和金星逆行，所以想必第3副组牌的朋友，最近你们的内在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礼和洗刷，而这个洗刷的背后代表了一层非常高度的精神觉醒和灵魂觉醒。这个35号的数字也代表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们会感觉到周身的状态、你们的习惯啊，还有就是有可能是饮食啊、睡眠等等，诸多状态正在发生转化。在灵性的升级过程当中，很明显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结构，我们身体这个系统也在发生着全面的升级。因为水瓶也代表了天王星给我们这个革新，给我们这种变革。所以我觉得第3组朋友最近你们好像换了一个人。那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要去连接我们的神圣伴侣，那实在太奇妙了。因为在你们打开一个新的纪元，在你们打开一个新的能量场的时候，对方会在与众不同的这个维度跟我们相遇，跟我们能量先演映啊。所以第3组的朋友，当你找到了内在的你，当你清除了一些真正的内在问题，对方会以同样的姿态和状态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我看到你和对方在顶轮呢，就是这个脑和灵性的这个区域啊，连接的这个区域有很强烈的相互的震动和震荡，所以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对方有可能在显化你啊。我们第3组朋友，你们的神圣伴侣在显化你，对方在需要和寻找你，有可能你们在灵性的范畴当中正在进行能量的互通和能量的一种相互的波及和影响，而这个影响是非常正向的。那第3组朋友，如果你们感觉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人，已经与众不同，已经开始了觉醒，你们已经完成了某一种革命革新，你们正在最近这个阶段深刻的找寻自己，那太好了。这代表了神圣伴侣啊，即将迎接着你的这个能量的震动，在你的比如说我们清空的这个区域，不管是在情感的压力上，还是在空间的整理上，还是在身心灵的整个的活动上，好，神圣伴侣都会拥有它的空间，拥有这样的一个运气和能量，被你吸引到你的世界当中。那我还看到第3副组牌朋友啊，对方是一个有能力帮你解决问题的人，对方是一个智商和他的灵性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都超高的人。我认为你和对方之间呢，有一种不用言说的默契，而且有可能在2个人都经历过一些灵魂的暗夜和觉醒之后，你们会以非常舒服的姿态来到对方的生命。这场感情的到来其实也是有可能是宇宙啊，有可能是指导灵家族给予你们灵性觉醒的礼物。所以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是要一个人面对很多的，有可能你们要去单独独自的去感受一些什么。那这35号牌也代表了在你们的一个阶段的成长之后，自然而然的会在生命的某一个过程里边遇见跟你们非常能量契合的人。好。第3组朋友寻找的应该也是灵魂伴侣啊，有可能在对方的能量层级上跟我们也是震动非常同频、非常契合的景色和谐的这样的人。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副牌，我们抽的是春分牌我们看的是重生大地之母呢，在春天的恰好我们在3月尾迎来了春分，大地之母呢，在春分的这个节气重新的苏醒，开始滋养万物，也开始用它的生机和活力去提醒和灌溉我们这个在灵性上
有可能是在我们的知觉意识提升的这个界面，因为我们的这个世代啊，我们当下这个水瓶世代，这个九紫离火开始的时候，也代表了所有灵魂和精神上的觉醒啊，有可能有一种百家齐鸣啊，然后有一种复苏和复位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听到很多传说等等啊，神明在复位。好吗？然后在这个七星连珠啊，等等等等的星象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遭的世界在变得不一样，在更趋向于灵性，在去物质化，在脱物质化，脱离矩阵。好，所以大地之母的出现啊，我们这个重生的出现，也代表了很多朋友，我认为你们内在的神性在爆发。然后这边这2张牌的组合也代表了一种阴阳能量的重合。所以啊，你的神圣伴侣确实是你在灵魂上、在能量上非常契合的另外一半。基本上在目前这个时空，对方是跟你最契合的灵魂。我认为宇宙会帮你选择他。那并且我看到很多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世界将会重新的回归生机和活力。有可能最近你们开始愿意更加亲近的去接近自然和万物。你们有可能会连接这个绿色植物。你们的世界里边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动物指导灵，或者说一些灵性的信号，充满灵性的艺术的气息，有可能是春天的活力的气息等等。有些朋友你们开始外出，或者说你们开始愿意去进入某一种冥想打坐的体验，或者说生命的状态正在发生变化，无论在地理上，无论在我们刚刚说的饮食习惯和结构上，你们都会重新的突出一种寻找回自我，寻找回生命力，寻找回主体意识的感觉。然后你就是你这一场生命的主角。任何的有可能是周围的角色啊，周围的人事物啊，周围的经历，都是你去立体的 3D 的或者说全息投影全部我们这个五感带入的一种体验罢了。这些体验会让我们首先成为当下的自己，也会让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去成立一个神性的你因为神性的你希望你拥有这些感受，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好，也甚至可以是作为一个人的贪嗔痴慢疑都没有关系。重生也代表了我们第3副牌的朋友，在这个季节你将会遇见人生的新生，在事业上、人生格局、健康上，乃至你们的外貌上都会有改变。我认为第3副组牌朋友很多朋友我认为你的神圣伴侣应该在后面出现，应该在从当下开始这个时间线出现，因为时间线无疑在我们的3维世界已经改变了。所以有一些朋友过去的关系，或者说尘封已久的有可能是前生前世有可能是过去是我们积累下来的善缘和善种子、善关系，将会在这个季节开始被催熟和孕育。好，所以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你们的神圣伴侣跟你们会有超高度、超广度的，好，就超过了3维度的连接。3维度我们的伴侣有可能是正缘我们的另外一半呢，可以称之为跟我们一起比如说衣食住行，然后体验人生的人。在新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要看的是新的阶段，有可能你旁边的这位伴侣他也正在升级自己，或者说你们之间的震动将会变得与众不同。那有一些如果当下正在再次寻求和寻找去渴望连接这位神圣伴侣的朋友，我认为对方和你都正在一个灵性超觉醒的状态里边，也正在这个路途上探索着。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牌Tarot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抽牌起来分析一下。好，在新阶段我们的神圣伴侣是谁呢？那对方有什么样的能量？我们和对方又有什么样的连结和缘分呢？第一张看到是 Nine of Cups 圣杯9号的逆位。好，我们继续抽牌看一下卡牌要告诉我们什么。 Seven of Cups 我们看都是圣杯牌，圣杯7号的逆位。好，这边我们看到是Four of Pentacles 金币4号的正位。Page of Swords 宝剑的侍从牌。我们这边看到 Five of Cups 圣杯5号的逆位。我们有3张圣杯牌所以第3组朋友神圣伴侣的出现是一种灵性的流通我们看到是逆位的圣杯牌，这也代表了宇宙给我们一种高维度这种意识的投射、能量的交换和共振。579我们看到圣杯是579这个数字
好，这边我们看到35的数字啊，这个单数是阳的能量，阳性能量。虽然说在我们的卡牌当中不需要这样去论断，但是整个的这个信息让我感受到神圣阳性能量在被激活，就这个关系里的神圣阳性能量，或者说你们关系当中的这个偏向于男性意识、男性能量的这一方。如果你们是同性的话，我认为还是一样，这个关系里边也要分阴和阳的，就是两个人之间谁是更有阳性能量，更去运筹帷幄，更有行动能力，好，更加要去承担。更加去冲锋陷阵这个角色呢，这个角色现在在被激活和觉醒，就好像是我们在玩那个通关游戏一样。我认为在这一组的神圣伴侣关系当中，对方在觉醒的同时，会让你们的关系和连结在未来变得更加的有主动性，变得更加的稳定稳妥，也会给你带来非常多在现实意义上很好的保护和很好的一种归属感。因为我们看到这边金币4号啊，它很像是一个港湾，在我们传统的金币4号当中，我们应该是看到一位国王啊，或者说一位城主啊，稳坐城池，并且呢纹丝不动。而在这一张的金币4号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火烧的船帆啊，仿佛是我们的家园和我们过去赖以为生或者说投射的某一种安全意识正在解体。不过它仿佛也会用新的方式重建，因为我们已经安全到岸，我们已经在一个港口了。所以这个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有一种我们在安全关系当中、伴侣关系当中、亲密链接当中浴火重生的感觉。我们第三组朋友也会重新定义你们的亲密关系是什么你们需要的这个安全感到底是什么，甚至是否需要这种我们过去意义上来讲的一些安全感了。我认为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将会在最近这个阶段去感受到你们对于感情，你们对于包括家庭、责任、承诺等等会有新的一番体验和认知。当然我觉得Page of Swords 它其实是非常创新的，它其实是非常果敢，而在意识上非常活跃，以及有好奇心，会去在意识上体验和疑问，甚至去觉察和学习的这样的一类人。所以我认为其实第三副组牌朋友你们身上具有这样的特性，而且这样的一个特性是非常吸引你的神圣伴侣的。对方和你同样的好奇，同样的想要去体验这个世界，也同样是勇敢并且具有安全感和责任性的，这个是双方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组当中呢，你们的神圣伴侣其实是蛮特别的，他和你们并不是所谓的互补，或者说所谓的在某一个阶段要去救赎，而是他就恰好是迎向你而来，在你和对方都保持着你们的姿态，都学会了一些什么，然后都愿意跟宇宙说，我的这个上一个阶段的课程已经学完，我的学分很好，那我希望去晋级升级和再来一课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说，哇，我不想再来一课了，真的不要了。好，这个再来一课有可能是很开心啊，我们可以是再试一次我们可以说是再经历一下，或者说我们再选择一个好吗？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的感情关系正在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发生着进阶和真实的变化，这是跟着你的意识变化的。我认为一些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觉醒了或者说你们觉醒了，所以你们对于感情过去的认知和现在是不一样的，甚至最近这个金星和水星逆行会翻新你们对于旧有的一些人的认知，那个滤镜在被打碎，你有可能方知这个经历在告诉我什么，过去的一段感情或某一个阶段的相恋也好，失恋也罢，在带给你什么。我认为当下的你是最有价值的，因为经历过这些体会和觉察，不管过去流过眼泪还是痛过还是不满意过，你们对于当下的自我一定是更加满意的，你会活出自己的一个新高度，并且去迎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卡牌当中是一个背影我认为这个人，我们在牌里边看到2个背影，这个人在你的世界里边应该是有影像的，有印象的，或他有可能在前生前世跟你之间留下过什么样的约定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隐隐约约的知道这个人即将出现了。也有一些朋友在冥想当中，你有可能会链接到他现在还不算是一个全息投影有可能还有一个这个神秘的背影还不一定说完全的被大家所熟知，或者说一些朋友可能你们在猜这个人是谁，一些朋友可能在等这个人是谁。好，神秘的男主角女主角马上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到 Page of Cups， 好，他是一个圣杯侍从，我们这边是一个宝剑侍从宝剑公主、宝剑王子，或者是圣杯公主、圣杯王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宝剑是风象，圣杯是水象，大家可以对应一下。这边看到有天秤座配巨蟹座啊，很神奇的星座搭配出现了。Six of Cups in reverse， 我们看到的是圣杯的5、6、7号啊，5、6、7号。我们再抽一下，看一下有什么卡牌。Eight of Wands， 我们去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我们洗牌啊，整理一下卡牌，看一下 Death。天呐，刚刚我们出现这个圣杯6号和正义牌连在一起啊，已经有这个救人的气息了。这边出现死神牌，救人逆袭啊。好，有些朋友会说，哇哦，我不想听到这个，为什么又是救人的信号？我们在过去啊，有可能，有些朋友会反复的收到这些信息，甚至是拒绝和否定的。也有些朋友会说，这个对我是无效的，因为我和救人之间是没有可能断的链接，是久远的历史啊。也有少数朋友啊，你们有可能正在翻新你们的人生，所以更不愿意接到这个信号。所以这个信号呢，我们把它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对于救人的，一个是对于新能量的，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首先太强烈的救人信息了，所以我们先去 channel 连接这个部分啊。如果是救人的话，我看到这个人他对于自己就是天生不满意的，有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和人生旅途会故意的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和障碍，或者说情绪上的震荡。总之在你们相遇的时间是他状态非常不良好，对人生充满了一些迷迷蒙蒙的海王星的迷糊的幻想，他有一些艺术家的情怀。我看到这个人有可能审美和艺术的认知觉察能力是比较好的，但是有可能在和你的连接过程当中，你们之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现实因素，也有可能是对方呢他不够成熟，他有可能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一个完整和立体的认知，或者这个认知太过于雄伟了，他正在走在这条有可能是康庄大道或者胜利前景的某一条小路上罢了，他还没有完全的去体会到他整个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浩瀚的前景，他已经拿到了人生的入场券。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比较青涩的年纪，或者在你们的状态还比较青春和震荡的时候遇到彼此啊。我们的这个 camera 有些震荡啊，好。那紧接着呢，我感受到你们仿佛存在在彼此的记忆当中，无论是初恋也好，还是过去的一段时间也罢，还是你们的交集是那么的浅等等啊。因为有些朋友看到现实原因的阻碍，让你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有可能是在三维世界当中真正的走向彼此，或者说你们之间是隔空对话呀，去思念呐，或者留有深刻印象的这个元素是比较多的。我认为这个人呢是绝对不会忘了你的，你们之间有一些故事在未来会打开。所以我看到在一些朋友你们在怀恋过去，你们会觉得没有可能的过程当中，对方好像正在艰难的攀爬在走向你的这个险途上。为什么是险途呢？我们看到 Chariot 和 Page of Cups， 虽然这边都是水象的牌，我们这边有水象元素啊，巨蟹、双鱼、天蝎在这个人或者说你的神圣伴侣身上会体现。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是水象星座，那你就是这一组能量无疑啊，那对方是风象星座的我看到其实对方在艰难的走向你的这个过程里边啊，他的情绪其实是波涛翻涌的，所以会让这个路径非常险。我看到这个人有可能走一步定一定啊，有可能偶尔还会退半步，原因在于他不确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是对于你和他最好的选择，能够让你幸福的选择，能够让他去真正肯定自己真正坚定下来的选择。不坚定不果决有可能并不是他不够爱你，我觉得是他的灵魂当下还无法拥有这一份能量，这个洪荒之力他的神力没有被打开。所以一部分的朋友，我认为神圣阳性能量当下正在打开他的能量源头有可能他的祖先和周围的指导灵也会间接的从侧面的给他一些帮助。但是这一条路我们知道，每一个朋友你们的觉醒之路都有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被帮助助推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的3餐饮食要自己去打点和照顾，呼吸一呼一吸，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能量去呼吸呼吸吐纳，还有就是思维思考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他当下正在过他的一个难关，我认为这个人在走向你，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港湾我认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是否愿意肯定自己是可以爱和被爱的。我认为他的爱的能量有所欠缺有可能是在先天在原生家庭的这个交往当中连结当中就已经给他一部分先天资源的不齐全了。我认为这个人不能说他先天不全，而是
业缘能量上的不足够。还有就是我看到有可能对方是父母关系，有可能是他的这个亲情原生家庭的关系是破碎的，所以有可能他就是从他的幼年，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婴儿啊，他就正在不断的去治愈他的这个伤口，从幼年就开始自己给自己疗伤啊，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有些朋友会觉得哇，真的是听起来蛮悲剧啊，蛮悲惨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的所有的被安排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课题，来自于我们的因缘业力，来自于某一方面的注定，给我们要去打破这个障碍的教程。我认为这是一场教化，这个教化是让我破三维的，不是让我们被驯服，而是让我们去突破头脑给我们的矩阵，甚至是情，这是一个有情世界嘛，所以情也是我们最大的功课之一嘛。那这边呢，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部分的能量，有可能是对应风象星座的人物的，有可能是我们这组朋友。总之呢，这一组当中我看到有旧情难忘，或者说你们会去回味这个旧情，尤其最近在金水逆行嘛，我们不经意的会去打开一个旧有的日记啊，我们会去回望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对你们来讲是来时路，我认为一些朋友你们是不想回到过去的，因为你们是创新和体验，你们是觉醒者，所以觉醒者的眼中其实没有时间的节点和数轴来的，从0岁到我们的100岁，从过去时到未来时，我们的哪生哪世是关联的，所以只要生活在当下，我们就可以用全息甚至是全知全能的状态来去链接任何一个我们。所以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走在一个蜕变之路上的时候，反而你们会释怀一些什么？我认为你们在释怀和放下一些旧有的情感压力，或者说不满意、遗憾、创痛、自卑感、愧疚，全部都要放下。最近这个死神出现的时候，代表了你的世界的一些旧的能量在被洗刷，这个死气将会被挥发走，或者说被死神带走。你们的世界留下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死神的背后是彩虹的天空和新的城池。死神到来的时候，万籁俱寂啊，甚至没有一点生气。好，但是死神走过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能量在诞生。所以呢，其实死神牌代表是冥王星。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这个冥王星的相位在最近会有一些震动和冲击，或者说你们的冥王星在星盘当中是会有一些形象形冲啊，有这样的一些圆盘存在。所以这是你们先天的功课。这个功课很像是什么？爱与死亡啊，爱与死亡是你们的一个课题。如何无条件的去爱，从爱自己开始啊，然后如何在这个3维世界到5维世界的关口去锻炼爱，锻炼爱的这个灵性的肌肉和智慧，如何去面对死。这个死有可能身体上的、物质上的，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们周遭的人事物，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死神牌就有新生儿所以很多朋友我认为你们在面对的是老灵魂，你的灵性伴侣是老灵魂，神圣伴侣是老灵魂，你们其实本身也是老灵魂。而这个灵魂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业力要不断的投生，少数朋友你们的身上带有一些所谓的业力元素，所以我们会遇见一些障碍坎坷，我们会遇见一些问题。但是当你穿越这些问题，当你真正的成长灵性智慧之后，你会发现非常的感恩，这个问题会让我们真正的去觉醒我们的，就是刚刚所讲的全知全能和全息的这门技术啊，这是残留在你阿卡西，这是你神性当中本来就拥有的能力。所以说非常恭喜大家冲关成功。而我觉得宇宙不会让觉醒的你拥有任何的遗憾，你的人生是无憾的。所以经过了我们这个能量的提升、洗刷和超级的爆发第三组朋友你们能量是有爆发的，还有就是爆发之后会有一种稳定的阶段，当下你们会逐渐接近能量的一种稳定和平衡，你们会淡然淡定，一些朋友甚至会变得佛系。但是还是一样，我们在有情的世界，只要我们依旧有这个缘，只要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用更智慧，用更善的慈悲的方式看待这个缘，任何你愿意去触的缘，善缘可以成熟。所以只要你愿意，这个人会回到你的世界，这是旧关系那什么时候呢？这个人的脚步是1步3折，好吗？所以我看到的时间点是10到11月，这个人有可能会觉醒，以及有可能会因为一些契机回到你的世界。那当下呢是4月，所以是未来的半年。也有些朋友会说 anyways 我不想要了，好吗？无论对方要回要走，我不想要了，因为圣杯6号的逆位代表了好，旧的就是旧的，我们会怀念这个过去，但是我们会把它放在过去，放在我们日记本的一页。
那我们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就会让你们的世界呈现一个5维度的状态，面临到新生。所以这个新生代表了我们的主牌这个卡牌的色彩是一样的，有没有一种觉醒啊？我们看到有彩虹，有新的城池，这个里边会有新的新生儿、家庭、国度啊，然后王都啊，国王出现。那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你的内在自我在升级，你将会让自己跨越到一个新的领域，生活在一个新的维度，你会有新的意识波动，产生新的快乐，产生很多的禅悦。所以这是我们第3副牌朋友的能量。我们看一下，如果对方是新人呢，有什么样的信息给到我们呢？也有些朋友比较快的话，对方在3个月之间会有一些情感的表达，但是我觉得这个能量是一种表达和一种对方有可能想要和我们第3组朋友产生一些意识上的共鸣啊，从而让这个关系重获新生，好吗？这个方式有可能是婉转的，还有就是带有一些业缘，所以说2个人的缘没有尽的话，也是一样啊，会重新连接起来。新的人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第3组朋友的世界，因为我看到新的能量是在打拼中啊，这个打拼有可能是在他的社会地位、声望和知识技能上的一种打拼，也有一种冲关的意味。但是我看到呢，第3组朋友你们其实在被人暗恋和观察，我看到其实喜欢你的人蛮多的，或者说有这样几个人啊，对你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好像时间总是不对头，所以我们仿佛总是在一种孤军奋战呢，或沉浸回忆的一个姿态。好，我们看一下新的人啊。OK， 这个人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是英雄情节的人，不管对方是男生女生，英雄情节是什么？我要是英雄，我要是女英雄，我和你之间要是最完美的组合和配合。那当我的状态还不够好的时候，我就去冲锋陷阵，让自己成为将军，让自己杀敌1000，杀敌10000，好吗？这个杀敌有可能是杀自己的一些有可能是弊端，有可能是杀掉自己的一些习气，有可能是在不断的跟自己做对抗和对决。所以我认为这个新的人，他当下还在去不断的有可能是升级和进发的这个路上。我认为这个人他现在会有一种，如果是跟现在你来进行相比，有可能2个人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对方的个人条件和这个灵魂的条件其实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叛逆的灵魂。我认为对方呢，有可能当下会觉得自己在情感和亲密关系当中能量不足够，所以他是一个叛逃者。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是在世界当中有可能到处走一走，到处去学习和体会一下，走在外面去理解这个世界，见这个世界的时候去扩大自己认知的人。所以如果是新的人物的话，一些朋友在未来的1年当中会遇见他，你们之间的缘分被上天和被缘分所造就啊。 Wheel of Fortune in Reverse 代表了我看到很多朋友，你和他的缘分需要2个人充满了积极的勇气去幻化这场奇迹所以我看到你们的关系其实是上天最好的馈赠。也有少数朋友，这个是你还是你的 Twin Flame 的回归啊。一些朋友你的 Twin Flame 要回归的话，他一定要像凤凰涅槃一样涅槃过一次。好，凤凰其实要经历过很多涅槃，要经历过很多有可能是水与火的洗礼，是吧？火的洗礼和灼烧，我们也要经过这个暴风雨的净化等等啊，但是没有关系。我认为在下一个关卡，我们第3组的朋友会遇见神圣伴侣，而且其实你们在这个3维世界本身来讲，我们看到2张4号牌，但其他的大牌都是逆位的，力量牌、正义牌，我们可以看到魔术师啊 The Magician， The Hierophant 教皇牌 Wheel of Fortune 这边是逆位的。其实逆位的卡牌并不代表了我们这个缘分不足啊，或者是代表了这个人没有，或者说状态不好。其实这一排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意味是，你们的关系要被催化成为这个权杖4号、金币4号稳定的关系，必须要姻缘成熟。而当下这些牌代表了姻缘还没有成熟。第3副组牌朋友为什么没有成熟？因为对方和你我认为是对方更多朋友有可能还有就是内在的你需要进一步的进化。我们第4组朋友会说，哇好苦啊，到底要多少的进化才可以遇见这个对的人呢？你的意识，第3组朋友，如果你的意识已经可以去触及到这件事情，它就会在你的世界里边生成。所以我们第3组朋友要问一下，你们是否愿意相信这个人会出现呢？你们是否愿意信任这个人会出现？你们是否信任自己呢？你是否信任自己？你学的足够多，领会的足够多，觉醒的足够多，足以去遇见这个人。
所以第三组朋友，你们要为自己注入生命的活力，你们要去信任这件事情。而且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顺其自然去优秀自我就可以，去学习就可以，去充满好奇就可以了。一些朋友也可以去走出你们的这个固定世界，看一看，探索一下外在的世界，外界的能量有可能会带给你一些信息和一些灵感。但是我看到这个人并不是我们去寻来的，还是一样啊，通过你意识的提高和增长增进去吸引来，好吗？那我看到这个人当下还有一点纠结和矛盾啊，那我们的朋友会问，哇，旧人矛盾，新人也矛盾，我们的人到底在哪里啊？Queen of Cups, Ace of Cups in reverse, Nine of Pentacles。第三组朋友，我觉得你们最近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在重新的去重归你们的王位，学习如何爱自己。所以我认为，其实你们并不是那么容易去爱上一个人。我看到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讲，你们的丰衣足食，你们的灿烂，你们的丰盛，甚至你们的一种辉光啊，我看到这个 aura 光环，还有周围人有可能啊，对你们是非常艳羡的。这对你们来讲是当下想要去积累和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你们有可能当下在拼搏事业，你们在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甚至你们已经不闻窗外事了啊，不打算去真正的喜欢上谁。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的神圣伴侣怎么办？有可能对方无法跨入你的世界，跨入你的结界啊。你们第三组朋友是有一个结界的。当然这并不是你们的问题，我看到其实在你们的身上有这样的一股能量是在保护你们的，因为你们的能量场呢，在某一个阶段，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股天然的有可能是保护光环或者闭锁。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冥想的时候也一样啊，我们在敞开和释放自己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在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保护光环，不然的话我们能量非常容易被影响，甚至呢被介入，好吗？特别是一些朋友，当大家去学习冥想和打坐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先祈请我们的护法神啊，我们的守护灵啊，我们的天使啊，帮助我们制造一个美丽的保护光环，让我们可以在非常安全、干净和清澈、纯粹的能量当中跟自己进行共振，跟我们的高维的指导灵和高我进行共振。所以第三组朋友，这个阶段的你如果是自我闭锁了，没有关系，因为你在纯粹的提升自己，这个提升有可能比过去的10年，过去我们读完一所大学，读好一个学位更加的重要，而且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的自我锤炼并不需要太久。这边呢，在当下的这3个月当中，有很多朋友你们在经历一个让自己揪心的过程，而这个揪心的过程其实很快过去，甚至这个让你揪心伤心的人很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这样的一个情动的感受啊，以及心伤啊，我们这边看到宝剑3号 Three of Swords Knight of Cups， 有可能过去的某一任或者说某一个人给你带来了非常深刻的情绪上的影响，然后这个影响波及到你的整个的磁场和体内体外，有可能会影响你对于感情的体验。而我看到这层影响在这个 Judgment in Reverse 出现审判牌的逆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并且你们会给这个事情一个更加杀伐决断的判断。我认为啊，不管你遇见的感情对象，他们的状态和表现是否是良好的，他们是有心还是无意的曾经去做过一些让你们产生纠结，让你们伤怀，让你们非常负面的一些情感体验，宇宙希望我们第三组朋友大胆的放下它，大胆的去买单离场。为什么？当你们可以去离场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哇，真正的自己原来如此有能量。你可以有非常高的一个主体意识去决定你的世界会出现什么以及不再出现什么。好，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但是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其实你爱过的人并不是主动，或者说他们是有意来伤害你的，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不自觉、不自知，甚至是情绪化，会造成我们在情感上的一些崩溃和负面体验。放下它好吗？放下它，大胆的向前走一步，你们会发现在你们的世界里边，情感和连接这件事情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这也是我们对于过去的认知改变了或者说是增长了，或者说它变淡了，好吗？随着我们这个成熟的指数变高变淡了，也会让我们在情感的体验当中有不一样的认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 Eight of Cups 全都是圣杯牌。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是属于外刚而内柔的人，情感非常的细腻。
但同时你们不太容易把自己细腻的情感和有可能对于一些事情的细微的触觉、认知和记忆，真正的去发散给别人。你们会把它小心的收到心里。如果是非常正面的话，这会滋养你们，让你们有爱，让你们博大。如果这是一些负面经历的话，你们是内在非常容易承载重量和伤害的人。宇宙希望你们可以让所有的事情在你们的心里边一展开，有可能像是整个地球那么多的细微的细枝末节和信息都摊开来，晒到太阳，好吗？让它迎向光。因为你们的世界里边，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即将出现非常有光和热的人。好，当你的世界能够摊开，当你可以去稳定和有爱的来看待这一切，我认为当你的世界有那么一丝缝隙的时候，因为你太光亮了，你周围的人一定会来到你的世界的周边，或者开始敲门开始跟你产生链接。还有我看到其实你的神圣伴侣是忙不迭的想要冲向你的世界的，但是现在有可能这个信号是比较微弱的，他有可能不知道你是否渴望他，或者说你是否已经觉醒，你是否已经愿意敞开你的门，还是你是否是 available 的。我们第三组朋友是否愿意在单身的基础上去体验一下恋情呢？你周围的人不得而知。所以这边我们第三组朋友也是一样你们可以大方的去展现和敞开一下你们的世界，这个人非常快的会出现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未来的伴侣他身上体现出的是种火的气息，火象星座射手、狮子、牧羊座然后我还看到一些朋友急，有一个很急的信息，就是你的神圣伴侣其实是非常急的来到你的世界的，对方在这个闻鸡而起舞对方在乘船对方有可能在为你而有可能是在准备非常好的一个自我表达，对方有可能在为你变得更美、更加优秀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值得我们去接纳的一份情感。这边出现塔牌的逆位和皇后牌的逆位，第三组朋友你们还是一样如果宇宙要带给你们讯息的话，宇宙希望你们去相信你们内在的爱的能量和实力，以及你们的福报是足够的，足够让你们去拥有这一段关系。这个自信心和内在信念的建设非常的重要，这会让你们真正的去重新的打开和接近这个神圣伴侣的这个连接的机会。也有些朋友如果对方已经出现了，你们会觉得跟对方无能为力。我判断对方有可能是你们的 Twin Flame， 有可能是双生火焰会出现在这一组。而这个双生火焰本身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去进行灵性觉醒的过程里边，分分合合、聚聚散散会有这个断裂期。而断裂之后呢，一定又会有重新连接，哪怕不在此生此世，在未来也会有，直到我们的灵魂接近了10维，接近了11维，我们可以去找到我们中正的纯然的佛性，或者说在各种维度当中找到我们灵魂最本真的状态。所以它还会出现但是当下我们第三组的朋友还是一样，修复好你们的能量场。我们看一下这个神圣伴侣还有什么信息。 Moon Oh my god， 今天就是满月，我们看到满月的信息已经出现了，就代表这个浪漫的情感，你的思绪，你和对方的相思，不管有没有遇见对方，有没有知道对方到底是谁，这是会有一种相思和互相的盼望，已经接近了一个阈值好，彼此思念，彼此在追逐的一个信息。我们看一下第二张，这张卡牌是好 in reverse 负面的飞出来的。12号我们看到是 birds， 这本身呢是一张就是聊天沟通然后彼此产生这个可爱的鸟鸣声能够去触及到对方这样的一个信号。在我们的传统雷诺曼当中也有小鸟牌，代表就是沟通嘛。所以这边我们的牌是倒着飞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一种相思又不能言说的味道很浓烈的相思，同时这个地方也有一种喉咙阻塞的感觉，说不出来，憋闷然后有些朋友，我认为你们好像是要收到一些消息了又没收到，或者我们的信号不良好，我们想要去发出一些消息又删掉了，我认为对方也是一样的。这边我看到有一种对方就停留在你的门外，但是他无能为力进不来的感觉。Oh my god， 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 Celtic Knot， 凯尔特之结Unconditional Love Legendary， 好吗？传奇式的无条件的爱，神圣的爱的连结，永恒的爱，好吗？
太感人了，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非常让人心情悸动的信号。你和对方的这个结，在远古的时期啊，在非常非常多的世代之前就已经结下了。一些朋友，你们跟凯尔特的文化和这个灵性的族群是有链接的，在北欧。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 connected love of our lifetime， 有没有？我们看到最后一句啊，生生世世的爱的绑定。所以我们第三组朋友，你们是有神圣伴侣的，绝对有。而且在今天这个满月我们连接他的时候，这个灵魂就在你的周边。他有可能没有说什么，一字一句都没有说，有可能你们在当下无法面对面，但是这个绑定和链接超越了生生世世。这是神奇的爱，这是永恒的爱啊，而且这是一个传奇式的爱。好，这边我们有一张牌呢，就是正面的夹在卡牌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the element of air， 风的元素啊，风的元素代表了 OK unlikely is developing， 就是当下有可能。风的信号其实也代表了信息的传达，也代表了我们这个 birds 有可能会有这个打开我们的喉轮啊，打开我们的这个双手和通讯软体啊，开始沟通。但是这张牌其实代表了一张几率不大，所以我认为有可能在最近这个阶段，一些朋友的复联和沟通能量并不是很良好。为什么？因为这边我看到还有一些思索，或者说还有一些空间，两个人还要给彼此空间啊。风的信息是需要保持一种就是意识上的连接，互相思念的同时呢 ，code 有可能会有一些忽冷忽热的信号。有可能对方带有这样的特质。我们看到的 Rider 跟上一组是一样的，看到一张骑士牌啊。骑士牌很有趣，有没有？骑士牌是一个 messenger， 好吗？我们看到有个传讯人啊，有这个 movement message， 就是有信在路上。对应了我们这个小鸟的这个信号的逆位，也就是说你的信息在路上，今天有可能收不到，但是你们的信息超越了生生世世。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要给到我们，这边有一张飞出来 Princess of Water， 好，水之公主，这边我们看到有圣杯的公主。好，水之公主在告诉我们什么？ The Moon 这张牌还是一张就是月亮牌啊，这张月亮牌配合我们这边的主牌，这代表了你们会感知到的，你们的内心、你们的感情、你们的思绪会帮助你们传达对方要跟你们说什么。在梦境的深处，有些朋友你们会有一些直觉上的体验，有可能你们在翻书、听音乐或听大众占卜的时候会听到对方的一些信息。时间点上来讲呢，这就对应了我们的上个月，或者说在未来的半年到9个月之间。我认为一些朋友就是在未来的半年之间，对方有可能会有一些行动。第三组朋友，我们要抽一下，我们尝试用这个 Twin Flame 的传讯卡，看一下对方要传讯什么呢？好，看一下啊，第一张是3号牌 ，Timing and Intentions。This journey is teaching u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lessons, patience. 好吗？这一个旅程正在教会我们其中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彼此吧，我们灵性当中最重要的一课，所以要耐心一点。我们再抽一下牌，对方有什么传讯啊？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或者说对方在潜意识上正在跟我们打什么信号啊？第二张 Karmic Lines， 你和对方在过去是曾经有过业缘关系，影响了彼此，然后过去的这个业力史，当下还在有可能是卡住我们和影响我们。对方说我曾经在过去世当中失去过你，不管是一次还是很多次啊，这个太铭心刻骨了，所以我还在恐惧。好 ，I've lost you in other lifetimes, and that makes me afraid. 啊，我还是很恐惧。I need to heal the grief to allow the love to bloom. 哎，我认为这个人还在治愈自己啊。我们刚刚讲他在这个有可能是投生或创生的时候，就是带有一些先天的创伤，或者说原生家庭的创伤。那这个创伤我看到跟前生前世有关。当然，我们第三组朋友不必愧疚，或者说你不必自责，是不是我伤害了他？这个是你们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啊。这个人要跨越自己，
我们这边还有2张牌飞出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信息啊？我们看到两个这个信号都是 I'm afraid， 我很害怕，我很恐惧，所以对方当下在一个恐惧的 pattern 啊，他在一个恐惧的模式当中。I'm afraid this relationship is too good to be true, and I pull away in fear。我因为恐惧推开了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看起来太完美，看起来太丰盛，它不像是真的啊，易梦易幻。好，那我们看最后一张啊，这边还是一张业力关系，有这个业力的 ties karmic ties。我们看一下信息啊。好，这边有些朋友有三角关系，有可能一些人他不是这个 available 状态，有可能他的世界参与了其他的人，但其他的人有可能是他的伴侣，有可能他的家庭，有可能他是父亲母亲啊，或者说他的一些合作对象等等。总之，你们之间是有一定的障碍的，这个障碍也是阻碍，有可能也是其他人事物的一些拉扯，好吗？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讲是非常不公平和困难的。好，但是这个经历是帮助我们去平衡这个业力关系，帮助我们去治愈的。所以有可能啊，因为业力的平衡，一些朋友在前一世，好，你曾经被夺走过，这一世对方被其他人夺走 anyways 这是没办法，这是扯不清的业力。有些朋友会说我太讨厌这个业力的东西了，它很黏腻，它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很不舒服。这些牌里边我们看的都是单数的符号，还是一样神圣阳性能量，尤其对方是男性的话，他会经历这些。那还有这些数字体现的有什么样的意涵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了358，这是在日本啊，有可能非常有趣和人气的一个缘起数字。在我们选择幸运号码牌啊、车牌号的时候，大家经常会选择358。那这个358其实也代表了我们财富格局、人生的层级，以及我们整个跟宇宙能量的贯通和非常高的提升。缘起在于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35岁的第8个月开悟成道，所以358也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非常好的一个纪念日，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灵性上的纪念价值以及开悟价值，代表了非常幸运以及非常有智慧的缘起。所以有可能这个是让我们在情感当中awakening 成道的，或者说这个是Okay, this journey is teaching u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piritual lessons. 好，这就是我们灵性当中最重要的一课了啊，成道好吗？或者说觉悟啊、觉醒啊、成佛，我们怎么讲都可以。然后这个人当下面临着一定的恐惧。所以我认为第三组朋友啊，对方在传递给你的信号，有可能你都知道。有些朋友你们实实在在遇见了这些问题，让你们感受到非常的纠结、委屈和痛彻心扉。但是这就是我们成人，我们人性化，我们做人的没有办法在感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体验。我认为第三组朋友，这个人他爱你在心口难开，而当下有可能会有很多无能为力。但是我认为啊，你们之间的这个连接和绑定是超越时空的。我们看到这个。Connected love of a lifetime 好吗？或者说 lifetimes， 我认为这个信息应该是生生世世的，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情感啊，我认为在这边呢有可能缔结和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信号，不会轻易断绝，但是有可能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很快的就修成一种圆满。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胆的去进行一些突破和体验，也可以去鼓励自己的灵魂和对方的灵魂更快的、更高程度的去进行有效的成长、有效的增长。看一下最后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忘了这2张牌。好，关于建议和指引，这2张牌很神奇，而且这一副牌当中的形象，我们看到都是这种偏向于大地之母的形象，或者是一个背影的。好，对方对你有非常深刻的这个能量上的体会和认知啊 ，intimate。我认为对方他熟悉你的磁场、你的味道，他和你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偏向于亲切的、暧昧的，或者是隐私式的交流，或者说你们在意识上会连接对方。这个人熟识你和了解你，并且你对对方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还有就是第三组朋友，你们是很有神秘感的。这种神秘感其实更多出现在他的意识和梦境当中，有可能他在意识当中理解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但是在意识里边。你有可能像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会很奇怪这种对比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们前生前世曾经有过链接。第2章我们看到是回复力啊，开
好，回复力，我们看到这张牌当中的人物正在读书，好吗？一些朋友，你们创造一些给自己的时间，舒适的、轻松的陪伴自己，可以去阅读，可以去品茶，可以晒太阳，可以去感受自己，拥抱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和体温，好吗？那我们这2张牌的这个人物的神态很相似，有没有？温柔的、轻轻俯瞰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侧影，所以你的一些你在做事情的时候的一些影像，我们有可能看不到的，我们有可能无知无觉的一些能量的分子会弥漫到对方的感知界面当中，所以对方会感受到你和梦见你，有可能你在做一些事情，有可能你在看一些什么。但我认为第3组朋友啊，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你的能量了，还有就是在最近这个阶段呢，更多的有可能在灵性上去体会和觉察一下，深刻的在内在去扭转我们的一些过往的纠结和内在对于情感的矛盾和不信任。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你们这神圣伴侣啊，一定是存在，再者就对方在发射很多的信号和信息给你，希望在未来我们人生发展的路上、成长的路上和经历的路上，可以更快的跟对方有正向的连接。祝福大家在感情当中是圆满、美好和有幸福体验的，也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连接，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